订婚宴上，男友突然对我爸妈发难：叔叔阿姨，你们家有10套房，为什么只肯给诗诗1套？你们重男轻女也太严重了吧！爸妈当场黑脸，他们被迫当众表态，以后会让我跟弟弟平分家产。男友冲我挤了一下眼睛，小声跟我邀功：亲爱的，我替你争来4套房，你开不开心？我开心啊，开心到我当场响亮地亲了他一口。就在他洋洋自得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是个有5套房产的富婆了，你家才给你买了1套房，你配不上我了，我们分手吧。男友当场傻了眼。今天是我跟严华订婚的日子，我们俩恋爱半年，认定了彼此就是携手共度余生的那个人。在双方见过家长后，愉快地决定订婚。严华在我背后轻轻拥着我，下巴摩挲着我的肩膀。他说：诗诗，今天我要送你一份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我问他是什么，他却死活不肯说，只让我安心等着。订婚宴很快开始了，严华拿着话筒对我深情告白：曹诗诗，我爱你逾越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会时刻爱你，守护你，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不管对方是谁，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前，为你遮风挡雨，直到白头。这一刻，看着严华真挚的眼神，我的心再次狠狠荡漾。我想，虽然严华家庭条件一般，但是他本人值得我交付余生。然而命运之神总是喜欢跟人们开玩笑。就在我感动得无以复加的时候，严华接着说：现在就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然后他看向我爸妈的方向：叔叔阿姨，你们明明有10套房子，为什么只肯分给诗诗1套？剩下的9套房子，你们是打算留给诗诗的弟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重男轻女也太严重了吧！我真替诗诗觉得委屈。我刚才说了，不管是谁，我都不会让诗诗受委屈，所以我一定要说出来，哪怕你们是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我也要直说。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毕竟，这种女婿倒逼老丈人的戏码，还真是不太多见。我爸妈气得涨红了脸。严华见状，更加得意。他接着说：当然了，我知道叔叔阿姨不是重男轻女的人，只是一时没考虑到而已，对不对？叔叔阿姨，你们表个态吧，你们会分几套房子给诗诗？此时，我爸妈已经被架在台上下不来，我也被这一场景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我爸颤抖着声音说：我当然会把财产适当分割给我的子女，但是这个需要你一个外人来插手吗？诗诗和他弟弟一人5套房，这是我们家早就说好的事，用得着你管？严华，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你到底是喜欢诗诗，还是喜欢在诗诗背后的房子？说到后面，我爸早已声色俱厉，可是严华却一点都不怕。他笑嘻嘻地插科打诨：这样啊，一人5套啊，真的假的？叔叔明天就去过户吗？要不嘴上说说谁不会？我爸妈扫了我一眼，掷地有声地说：明天就去过户。严华这才喜笑颜开：叔叔，我就是心疼诗诗，所以见不得她受一丁点儿委屈。要是得罪了您，您可别介意，没办法，我太爱诗诗了。好话孬话都被严华说尽了。我爸涨红着脸，想不出任何反驳，兀自在那里生气。我妈插话道：严华，阿姨怎么觉得你是看上了诗诗的房子呢？要不你怎么这么在意这个本来不该你关心的问题？严华立刻义正辞严地说：阿姨，您误会了，您现在过户给诗诗的房子，都是她的婚前财产，跟我可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有点法律常识的人就清楚的。我就是单纯见不得诗诗受委屈，想要为她鸣不平而已。周围人开始纷纷附和严华说的话，
对呀，确实是曹诗诗的婚前财产，跟严华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么费力不讨好，我看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严华看来还真的爱诗诗，连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都敢得罪。我妈微微一笑：“严华，别跟阿姨打马虎眼。阿姨一把年纪了，吃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虽然房屋产权跟你没关系，可是婚后产生的收益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房租1月好几万呢，这些难道也跟你没关系？要想阿姨相信你也很简单，不如你们现在就做个婚前协议，白纸黑字写上，只要是曹诗诗的财产，不管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前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收益，加上曹诗诗婚后的工资、投资收益等，财产所有权都不因你们的婚姻关系而发生变更。哪怕以后离婚，这些也是不需要分割的个人财产。只要你签这份婚前协议，阿姨就相信你。怎么样？”严华听我妈这么说，瞬间降了脸色，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严华的父母赶紧出来打圆场：“哎呦，亲家，别生气呀，小两口结婚，那是本着一家人去的，哪有还没结婚就想着离婚的事儿的？我儿子就是太在乎诗诗了，舍不得她受一丁点儿委屈，这才冒犯了你们。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计较啊。2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好像我妈坚持下去就是不大度一样。”我微微低着头，依旧一声不吭。严华看着我丝毫不肯帮腔的样子，凑到我身边，可怜兮兮地说：“亲爱的，我肯定不会跟你离婚的，签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跟你妈说说呗，大喜的日子，这样多难看呐！”我依旧没出声，我妈却清了清嗓子，大声对着严华的父母说：“哎呦，亲家，你们这么说可就是想多了。我看着严华这么疼诗诗，舍不得她受一点委屈，我感动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我想着，严华自己肯定也舍不得诗诗受委屈，这才给严华一个机会证明一下，只要严华肯签协议，做公证，谁还能说严华是贪图我们家这10套房子才娶诗诗啊？亲家，你说对不对？”周围人再次议论起来，说的也对，要是真的问心无愧，肯定就签下来了。说别人那么大义凛然，到自己这里磨磨蹭蹭，这小子不会真的有什么别的心思吧？难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房子虽然肯定跟他没关系，但是每个月房租可不是小数。谁说房子一定没关系？在老丈人手里，哪有在老婆手里好哄？嘴甜一点，哄的老婆把房子卖了再买新的，房子就从婚前个人财产变成婚后共同财产了呢。严华的父母脸色不好看了，严华也眼巴巴地瞅着我。我妈见状更来劲儿了：“我现在就能签房屋过户合同。严华，你不会是不敢签婚前协议吧？那我可就有理由怀疑你看上的不是诗诗本人，而是她背后的房子了。”严华脑袋上豆大的汗滴滚落，他用肩膀蹭蹭我：“老婆，我真的没那个意思，我有多喜欢你，你还不知道吗？”我终于对他的话有了反应，我走下台到我妈耳边耳语了2句，我妈脸色异常难看。等我回到台上，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不好意思，各位来宾，我妈刚才只是跟严华开了个玩笑而已。”众人的脸色顿时精彩纷呈起来。严华的父母满意的笑着，我这边的亲戚却十分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他们纷纷叹息，我竟然被严华几句话哄骗了。严华那边的亲戚却一脸与有容焉的表情，他们脸上写满了骄傲，那眼神仿佛在说：“瞧我们严华多有出息，3两句话就把女人哄得团团转。”男友冲我挤了一下眼睛，小声跟我邀功：“
亲爱的，我替你争来4套房，你开不开心？我开心啊，开心到我当场响亮地亲了他一口。就在他洋洋自得的时候，我举起话筒大声说：我现在是个有5套房产的富婆了，感谢我的男朋友严华。可是你家才给你买了1套房，还只是付了首付。严华，我觉得你配不上我了，我们分手吧。严华当场傻了眼，严华的父母也傻了眼，严华那一边的亲戚们全都傻了眼。与之相反的是，我爸妈乐开了花，我这边的亲戚也都乐开了花。严华急眼了，他一把拉住我，冲我喊道：亲爱的，你别生气，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我给你道歉，给叔叔阿姨道歉。我道歉还不行吗？我笑着说：我没生气呀，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可我是认真的呀。说着，我把严华父母给我的红包还给他，又从他那边抽回来我爸妈包的红包，只是随便一掂量，我爸妈的红包比他爸妈的沉不少。然后我笑着跟他妈妈说：阿姨，你耳朵上的金耳环，脖子上的金项链，手腕上的金镯子，可都是我买的。现在我跟你儿子没关系了，你该还给我了吧？严华妈妈满脸通红，就没见过送出去的礼物还会往回去要的，真是没教养。我依旧不生气，顺着她的话说：没办法，毕竟我送出去的太贵了，要是我送给您的也是什么红枣、核桃、大米之类的，我也不往回要。严华妈妈被我对得没话说，只能万分不舍地把身上的金饰都撸下来还给我。我妈笑眯眯地接过去，我爸更是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闺女，咱们回家。尽管严华无数次道歉和挽留，我们一行人还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我本以为严华丢了大脸，肯定没脸再出现在我面前了，可是第2天一早，他竟然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他整个人颓废不已，看起来一副伤心过度的样子，一开口连声音都染着沙哑：诗诗，我错了，你别生气，我真的没有任何要觊觎你的房子的意思。我发誓，要是我有这个心思，天打五雷轰。我冷笑一声：严华，都2024年了，要是发誓有用的话，满大街的警察局、派出所早就关门大吉了。严华死赖在门口不肯走，他痛心疾首地问我：诗诗，到底怎么样你才肯回头？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呢？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诗诗，要是没有你，我会疯的。啧啧，真有你。我回敬一句：那你还是疯掉好了。我关门回屋，留他一个人在外面疯狂敲门。诗诗，你就不肯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吗？诗诗，你怎么这么狠心？我们半年的情谊，你说扔就扔了？我翻了个白眼。我妈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笑得花枝乱颤。结婚半辈子再离婚的都大有人在，这才半年还舍不得扔了？半年的感情能有多深厚？万丈寒冰那么厚。我爸自顾自吃着早餐，评价只有2个字：真吵。无奈，我只能打电话让物业保安把门外的严华撵走。严华大喊一声：诗诗，我还会回来的。听着有点耳熟。我弟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问我：姐，你从哪里找了个属灰太狼的极品？一句话成功逗笑了我和我爸，只有我妈瞪着眼睛说：我弟，别侮辱灰太狼。严华进不来我家小区，就跑去单位堵我。我不想见他，他就跟我拉拉扯扯。我第一次觉得严华像块粘人的橡皮糖，只要粘上了，怎么甩都甩不掉。严华问我：曹诗诗，你铁了心要分手是吧？我问他：你还嫌我态度不够明确？你说我怎么做才行？要不要地铁广告买一点，全是投放，
告诉所有人你严华确确实实被我甩了。严华眼神变得阴翳起来。曹诗诗，我在你身上浪费了半年，你知道一个男人的半年有多宝贵吗？分手也行，你要给我精神补偿，1月算你1万就行。我嗤笑一声，严华，你月薪税前6000，连你公司都不觉得你值1万块钱，怎么你在我这里就值钱了？钱，我1分没有，不服的话去起诉吧，法院判多少，我赔你多少，行了吧？说完，我起身离开。严华小声嘟囔了一句：“曹诗诗，你逼我的。”我懒得理他，径直朝前走，身后却传来严华中气十足的声音：“曹诗诗，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你跟我交往期间到底出轨了多少个男人？你别看我老实，就想欺负我，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忍气吞声？哪个男人受得了女人给自己戴上一摞绿帽子？”顿时，周围人不善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如果眼神能够杀人，只怕我现在已经被大家凌迟了。我不慌不忙掏出手机报警，110吗？有人大庭广众之下污蔑我，寻衅滋事，麻烦你们马上来一下。严华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强撑着说：“报警能解决问题吗？你不用假装理直气壮，掩盖你淫荡的事实。”我晃了晃手机：“严华，你觊觎我家10套房子，订婚宴上逼着我爸妈交出房子，没想到自己玩砸了。我跟你分手，你又来污蔑诽谤我，你试试看，警察管不管得了你？”很快，警察便赶到了。我跟严华都被带到警局，在了解事情经过以后，警察对严华提出批评教育。由于我坚持追究严华的责任，最后严华提出赔我2000块钱了事。我当然不同意，要求他在公共场所向我道歉。我跟严华再次回到我的公司，没过一会儿，看热闹的人便围成一个圈。严华脸颊通红，用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说道：“曹诗诗，对不起，我不该乱说话，污蔑你出轨，请你原谅。”我摇摇头，听不清。严华，你要是这个态度，我们就别调解了。民警也站在我这边给我撑腰。严华，道歉就要有个道歉的样子，你要是没诚意，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严华脸色崩溃，闭着眼赌气一般大声喊道：“曹诗诗，对不起，我不该乱说话，污蔑你出轨，请你原谅。”喊完以后，他才睁开眼，看向我的眼神全是恨意。他说：“现在行了吧？”我摇摇头，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喊3遍？严华气到呼吸都乱了，闭着眼睛又喊了2遍：“曹诗诗，对不起，我不该乱说话，污蔑你出轨，请你原谅。”曹诗诗，对不起我不该乱说话，污蔑你出轨，请你原谅。围观的人窃窃私语呀，这男的真恶心，给自己女朋友造黄谣啊！这男的叫什么？严华是吧？为什么分手？之前我听说了，女的说男的觊觎她家10套房子，真的假的？男的来道歉，那应该是真的吧？天哪，又卑劣又小人，真是个人渣！严华的脸越来越红，最后竟然摇摇晃晃，一副快要晕倒的样子。呵呵，本事不大，气性不小。严华再次在我这里吃亏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来骚扰我。大概过了2、3周，严华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好像喝了一点酒，有几分微醺的样子。他眼神迷离，步伐不受控制，微微睁眼看着我说：“诗诗，我就是为你抱不平，你怎么就离开我了呢？我那么做，还不是因为爱你？也不知道男人怎么想的，总觉得女人会认为他们酒后吐真言，总喜欢借着酒疯跑到女人面前表达自己所谓的真情实感。可惜我是不知道哪个女的会喜欢一个酒鬼，
反正我不喜欢，更何况还是一个装醉的酒鬼。我故作痛心疾首地说：严华，你说你是为我好，舍不得我受委屈，看不下去我爸妈重男轻女，你自己的家庭不也是这样吗？难道你爸妈会给你妹妹买房，或者是直接给她一大笔钱吗？要是你爸妈也这么做，我就相信你。严华有个妹妹，为了供严华读书，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出去打工了。现在他妹妹工作的地方也在我们这所城市，所以我见过他妹妹几次。那是个相当有主见的女孩子，听说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在我刚跟严华在一起的时候，他妹妹还偷偷给我提过醒。她跟我说：诗诗姐，我看得出来，你肯定是被爱包围着长大的，所以你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到底是人是鬼。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向严华的方向。那时候我也曾经对严华起过疑心，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他一段时间，他伪装得太好，我竟然没有发觉什么不妥。我也曾私下问过严华，他跟他妹妹关系怎么样？严华当时看我的表情很警惕，他反问我：是不是严雪跟你说了什么？我果断摇头否认。严华仔细看了我好大一会儿，才跟我说，当年我爷爷奶奶还活着，他们不让严雪考大学，我爸妈也没办法，所以严雪跟家里人关系一直不太好，跟我也一般般。他可能觉得不公平吧，要是他跟你说了什么，你可千万别当真。当时我相信了严华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是严雪在给我提醒，告诉我严华不是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如果这份计策成功，就当我送给严雪的一份礼物吧。装醉的严华睫毛轻颤，我内心嗤笑，嘴上却说得真心实意。严华，哪怕你父母给严雪10万块钱，我也相信你在订婚宴上的那番所作所为，确实是为了我一个女生抱不平。否则的话，你连你妹妹都不管，怎么让我相信你是给我抱不平，而不是另有企图呢？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没办法，对着严华装深情这种事情，我实在坚持不了太久。我还没走远，就隐约听到背后传来严华的声音：喂，妈，你给严雪转10万块钱吧，就说是送给她的，什么太多了，我们自己家都做不到男女平等。曹诗诗怎么可能相信我在订婚宴上管他爸妈要房子是诚心诚意为了他着想？赶紧赚，啰嗦什么？如果曹诗诗能带着5套房子嫁进我们家，10万块钱也就是3个月的房租而已。呵呵，好算计。没过2天，我就接到了严雪的电话，她约我出去坐坐。她说我妈突然给我转了10万块钱，话里话外都提到你。关于我哥，你是怎么想的？我笑着说，看在这10万块钱的份上，我就姑且相信他是为了我才向我爸妈发难的吧。严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她说：诗诗姐，你这样的人，到了我们家的话，恐怕会被骗得很惨的。我说过，严雪真是个好姑娘，哪怕到现在，她都想要伸手拉我一把，不让我陷入泥潭。我微微诧异，到你们家？我怎么会到你们家呢？严雪，我跟你哥哥已经分手了呀。听到我这么说，严雪愣住了。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反应过来，这10万块钱是我算计来的。她的笑容真挚又温暖。诗诗姐，谢谢你。我知道能让我妈心甘情愿给我钱有多难，你肯定是花了心思的。我冲她笑笑，这个就当我借花献佛了。谢你当初提醒我，虽然那时候我依旧没能看清眼前的人是人是鬼。我们相视一笑，我问他：这个钱你能留住吧？严雪笑得俏皮，我是貔貅转世，
只进不出的。他说，有了这笔钱，他就能去别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了，真为他开心。等我下班的时候，严华抱着一大束玫瑰花在写字楼下等我。一看到我，严华立刻嬉皮笑脸地凑到我跟前，他把玫瑰花往我面前一递：“诗诗，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退后2步躲开他。他接着说：“我真的是为你考虑，才会在订婚宴上那么说的。我就是怕你受委屈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说着，他还从兜里掏出手机，找到一张转账凭证给我看。你看，我们家就是这样，男孩子有的，女儿也会有。这是我妈给严雪的转账，足足10万呢。虽然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我爸妈来说，真的是很大一笔钱。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严雪，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她放低声音，小声哀求道：“诗诗，你就原谅我一次嘛，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你相信我好不好？”我笑了笑：“好啊，我相信你是因为不想我受委屈才那么做的。”严华听到后，立刻两眼放光，他又惊又喜：“真的吗？太好了，诗诗，你终于肯相信我了。”我点点头，特别敷衍：“相信你，相信你。”严华开心的要上来牵我的手，我灵活的闪身躲开。严华微微一愣：“诗诗，你什么意思？”我皱着眉头问他：“我可以走了吗？”还有，严华，我们2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不要跟我拉拉扯扯的。严华愣住了，他不解地问：“诗诗，你不是相信我了吗？为什么还不肯跟我复合？”我讶异道：“我相信你了呀，但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有5套房的富婆，你家竭尽全力也只能给你付个首付，我们已经不合适了呀。我觉得你配不上我了。”严华面色尴尬不已，怒气冲冲地冲我喊道：“曹诗诗，你眼里只认钱不认人是吧？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肤浅，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叫莫欺少年穷吗？”我懒懒地点点头：“对，我就是这么肤浅。你不付钱，怎么不肯签婚前协议呢？算计我还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上。”严华，你脸皮比长城城墙还厚。围观的人听了个大概，又开始对着严华指指点点，说他是凤凰男，还没结婚就开始算计别人财产，真不要脸。严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没心情跟他斗嘴，但是还想恶心他一下。不过依然谢谢你，是你让我现在就拥有了5套房，我能找个更好的男人了，找个跟我经济实力差不多的，以后我们什么都不用干，每个月数着日子收租就行了。哎，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呢？说完，我便越过严华离开。他在我身后咬牙切齿地喊：“曹诗诗，你敢耍我？哟呵，这么快就想明白了。可惜晚了。”严华给他妈打电话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妈，赶紧把钱从严雪那里要回来。”“什么？严雪拒绝归还？报警啊？什么叫警察不管？他们凭什么不管？”严华气急败坏的声音，听得我心情舒畅。至于后来他是怎么咬牙切齿地诅咒我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严华这次在我这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又是丢脸又是破财，他还是不肯老实。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标题是伏地魔女友醒悟后转身把我踹了。帖子用了很大篇幅去写博主对伏地魔女友的爱意，说女友父母如何重男轻女，女友本人一心也只想着弟弟，而他坚持不懈地纠正女友的思想，让他认清自己重男轻女的爸妈，还说他帮助女友从他爸妈那里争回了属于他的那份财产。可是没想到，女友转身就把自己踹了，题主这才幡然醒悟，明白自己只是被女友利用了。总之，
他编造了大量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利用的纯情男人。这篇帖子本来也没什么，我可以当作看了个笑话。问题是，配图竟然是我的照片，而且帖子还火了，无数网友在下面评论谩骂，题主好惨一男的，伏地魔本身就是脑子有问题，不值得出手拯救，被伏地魔当成工具人了。照片是伏地魔本人吗？严华没有正面回答，却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很快，我的身份信息被人挖了出来，甚至有胆子大的博主直接跑到我公司来堵我。看到我出现后，直接把镜头对在我脸上拍摄，还带着采访：“你好，请问你是网上说的那个伏地魔本魔吗？你想当伏地魔，自己去挣钱不就好了？为什么要祸害别的男人？”我皱着眉头问：“我祸害谁了？”然后我公布了订婚宴上的视频，视频里严华写满算计的那张脸被镜头捕捉得清清楚楚。我的视频爆火，严华的每个微表情都被网友拿出来分析。这男的分明是算计不成，倒打一耙呀！你们看，他皱着眉头，眼睛往上飘的样子，这分明就是心虚呀！口口声声为别人着想，舍不得别人受委屈，实际上就是算计别人的财产呐！严华被网友追着骂，我妈却被网友追着夸：“丈母娘我爱了，丈母娘好飒，丈母娘说的太对了，反应真快，三言两语识别渣男。”这样的妈我也想要。还有纯属吃瓜的，最后反转笑死我。富婆姐姐好搞笑，我有5套房了，你配不上我了，笑死我了。严华彻底成了凤凰男的代名词，曾经涌向我的那些恶意，现在全部调转方向，铺天盖地地朝着他奔袭。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严华直接被公司辞退了。他不服不忿，在网上跟别人掰头，要不是我，他曹诗诗能从他爸妈手里拿到5套房。网友毫不留情拆穿他：“醒醒吧，渣男！要是真的不想给，怎么可能因为你几句话就给女儿5套房？人家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女儿身家丰厚，以防被你忽悠了而已。傻缺！我本以为严华会就此一蹶不振，没想到他偏偏春风得意。他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特意等在我们公司楼下，冲着我显摆：“曹诗诗，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比你年轻，比你漂亮，关键是比你条件好多了。你以为离开你我就找不到别的女朋友了？告诉你，有的是女孩崇拜我，有的是女孩等着我去拯救。”我翻了个白眼，不想跟神经病说话。不过，女孩等他拯救是什么意思？没过多久，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听说严华被人打了，他在本地一个黑白通吃的大佬女儿生日宴上，用当初对付我爸妈的那套对着大佬发难。可惜，黑帮大佬可不是我爸，没我爸那么好的定力。大佬见自己被人拆台，直接吩咐人把严华打了一顿，然后从酒店扔了出去。严华伤势颇重，一条腿都被打断了。听说严华躺在酒店外面疯狂大喊：“亲爱的，亲爱的，你爸把我打成这样，你就不出来说句话吗？”当初严华冲我炫耀的那个女孩儿走了出来，满脸鄙夷。我还当你有什么真本事呢，以为你真的有办法能从我爸那里给我多争取一点财产，原来就会耍2句嘴炮，耍嘴炮也不知道看看场合。我爸没直接把你打死。你要感谢现在的社会进步，法治健全。窝囊废！然后女孩转身扯着自己爸爸的胳膊撒娇：“哎呀，爸爸，我也不知道这个严华脑子不正常嘛，我就是看着他的脸顺眼才跟他在一起的，没想到被他骗了，这人脑子有病。”
我跟他八字都没一撇，就想打着我的名义管您要钱，真是做梦！严华彻底崩溃了。我明明都是为了你啊，你怎么能不管我呢？我都被你爸打成这样了，你不送我去医院吗？回应他的是小弟的拳头。后来严华被打得奄奄一息，还是自己挣扎着报了警。奈何大佬实力强大，最后随便出来一个小弟顶罪。严华要求对方赔偿，对方眼睛一歪，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宁可进去蹲几天，也不肯掏一分钱。严华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听后差点笑岔了气。严华装深情，这是装上瘾了。可惜遇上了硬茬。我本来就是当个笑话看，可是严华的妈却找上了门。严华妈妈堵在我家门口，口口声声说是我把他儿子害成这样的。我黑人问号脸，你儿子去管别人家的闲事，被人打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严华妈妈满脸横肉直颤，一嘴的歪理，怎么跟你没关系？要不是你闹着跟我儿子分手，我儿子能有今天这飞来横祸吗？好吧，看来他们家脑子里有问题，这事儿是遗传啊！我不管，我儿子因为你工作也丢了，人也躺在医院里。前阵子为了讨好你，我还给我家那个赔钱货赚了10万块钱，现在那个赔钱货跑了，我找不着他，这个钱你要赔给我，你要是不赔，我就赖在你家门口不走了。我要告诉所有人，你就是个扫把星，是个搅家精。说着，严华妈妈往地上一坐，拍着腿大喊：都来看啊，就是这个女人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了，我儿子重伤住院，我女儿不知所踪，都是这个女人害的呀！妈的，气死我了！我刚想打电话报警，我弟弟颤颤巍巍地指着严华妈妈，捂着胸口，像是难受极了的样子。下一秒，他直接倒在了地上。严华妈妈被吓坏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我妈配合的大喊：我儿子心脏不好，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严华妈妈一听，拔腿就跑，边跑边喊：你儿子就算死了，也是他命短，关我什么事儿？我弟这才从地上爬起来，面无表情，让我送他去医院，开了一堆有的没的检查单。当然，我们也没忘了报警。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检查的费用都是严华妈妈付的。不光如此，她还赔了我弟5000块钱营养费。医院里，严华妈妈抱怨道：你看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现在好了，我赔了他家1万多块钱。你什么眼光？怎么非得招惹这么难缠的一家人？好处没得到，次次都招惹一身骚。严华气得说不出话。严华妈妈依旧喋喋不休，原本还指望着你能找个条件好的，改善一下我们家的条件，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真是随了你们老严家的根，比你爸还没用，实在不行，我看你就去找个富婆，看看能不能傍上，让别人包养你得了。不过你长得这么没特色，也不知道富婆能不能看上你。严华竟然真的被气晕了。还是那句话，本事不大，脾气不小。严华出院以后，因为自己的名声太差，在本地找不到什么工作了。他竟然真的像他妈说的那样，找了个年纪大的富婆，被包养了。我听说后，一口奶茶喷了出来。后来听说东窗事发，她被富婆老公找人揍了一顿，扔在马路边。我可惜地看了一眼现在的温度，怎么就不是零下呢？冻死她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医院居然搞混了我和弟弟的体检报告单，这一下家里人都以为得癌症的是我。妈妈抱着我流泪，这癌症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花钱还得遭罪。妈心疼，咱不治了。爸爸假模假式掉了几滴眼泪，然后递过来一份保单让我签字。他说：
小玲啊，你这反正都没救了，不如给亲弟弟留笔钱。现在娶媳妇可不容易。我平静点头，行，我不治了。不过这保单还是让他自己签吧。在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后，弟弟跟着我一起走进了医院。我今年总是生小病，于是想做个全身体检。爸妈知道后，非要我带着弟弟宋飞一起体检。本该是一件寻常的事，却没想到这一次的体检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掀起了惊涛骇浪，将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我去拿报告单的时候，医院的人和我道歉，说由于他们的失误，报告单被混淆了，写着宋飞名字的报告单才是我的。重点是宋飞得癌症了，而报告单上得癌症的是我。爸妈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可从不在嘴上说，是隐形的，无声无息的。从小就告诉我要照顾好弟弟。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还没宋飞，后来如愿有了儿子。因为我是女儿是姐姐，所有家庭资源都倾向宋飞。比如在教育资源上，虽让我接受教育，但为宋飞提供更好的学校，更多的课外辅导，美其名曰男孩更需要拓展视野。又比如说在财产继承方面，他们明确表示我没有继承权，说我迟早是别家的人。最恶心的就是他们用一些小恩小惠让我割舍不掉这些亲情，然后让我照顾弟弟。20几年的不公平对待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先瞒着他们。如果他们还把我当女儿，愿意给我治病，那我就拿出积蓄给宋飞治病，报一场养育之恩。可当这个可怕的误会传到家人耳中时，我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眼神中的变化，那是一种掺杂着怜悯、算计和冷漠的复杂神情。妈妈抱着我，那布满皱纹的脸因悲伤而扭曲，声音带着哭腔：“这癌症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花钱还得遭罪。妈心疼，女儿听话，咱不治了，好好享受剩下的日子。”她的怀抱不再温暖，那曾经给予我无数安慰的臂弯，此刻却像是冰冷的枷锁，让我心寒。我看着她，心中五味杂陈，有对他此刻虚假关爱的失望，也有对这个家庭深深的绝望。爸爸也在一旁假惺惺地挤了2滴眼泪，那模样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在表演一场滑稽戏。是啊，小玲，你妈说的对，这癌症是治不好的，咱家又没什么积蓄，你弟弟也大了，要是钱都拿去给你治病了，他以后还怎么结婚？紧接着他递过来一份保单，小玲啊，你这反正也没救了，不如给你亲弟弟留笔钱，好让他以后能买车买房娶媳妇呢。他的话如同锋利的刀刃，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着爸爸那副丑恶的嘴脸，又看向妈妈，她眼神闪躲，似乎不敢与我对视。妈，你也这么想？你们就这么确定我没救了？就这么忍心看着我等死？我还是忍不住声音颤抖地问。妈妈嘴唇抖动着，半晌才嗫嚅道：“小玲，爸妈也没办法，这是你的命啊！你弟弟他还年轻，他的人生才刚开始，我们不能毁了他的前程啊！你就当为家里做最后一次贡献吧。”贡献？我冷笑一声，在你们眼里，我的命就是为弟弟铺路的工具。你们口口声声说爱我，可现在呢？你们的爱真是廉价。妈妈哭着说：“小玲，妈也心疼你呀，可我们真的没别的办法了。你放心，你走了后，爸妈会一直记着你的好，会每天给你烧香的，记着我的好，然后把我用生命换来的钱给弟弟花。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不知何时，我眼中已满是泪水，但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哭出来。爸爸皱着眉头，没了开始的假模假式，不耐烦地摆摆手：“
小玲，你别不知好歹，你妈说的没错，咱们家一直都是这样，什么都紧着你弟弟。你现在得病是不幸，但这也是个让你为家里出份力的机会。爸爸一边说着，一边还在打量着手中的保单，仿佛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我的生死，而是弟弟美好的未来。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慈爱，只有冷漠和算计。不止现在，从前也这样。是我装傻。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你们还记得宋飞小时候生了场很严重的病吗？那时候家里不宽裕，可你们还是四处借钱给他治病。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放弃？就因为现在生病的是我，你们就可以看着我去死是吗？妈妈愣住了，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解释，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会儿，她像是被我的话触动了，眼神有一丝慌乱。小玲，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情况特殊啊。你弟弟见妈妈有些动摇，爸爸咳了一声，狠狠地瞪他一眼。小玲，话不是这样说的，你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以后肯定能光宗耀祖。你呢？女孩子家迟早是要嫁出去的，花那么多钱给你治病有什么用？还不如留给你弟弟，让他的日子过得舒坦点。妈妈又恢复了那种决绝，擦了眼泪说：“你爸爸说的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不管你弟弟，他是我们家的根。小玲，你就别再固执了。”我固执？我苦笑。你们都已经决定了我的生死，还说是我固执？你们根本就不配做父母，你们的眼里只有弟弟，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妈妈的脸上闪过一丝愧疚，但很快又被一种莫名的坚定取代。不管你怎么说，我们不能改变主意。小玲，你就接受吧，签了保单，这是为了整个家好，你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好好配合，也算是报答我们的养育之恩了。爸爸不容置疑的语气，像是给我判了死刑，也斩断了我对这个家最后的眷恋。我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我缓缓地说：“行，我不治了。”爸妈似乎松了一口气，眼中出现笑意。他们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任他们摆布的乖乖女，不过这保单还是让她自己签吧。妈妈的嘴唇颤抖着，像是想说些什么来挽回这尴尬又残忍的局面，却只是发出了几声含糊不清的音节。爸爸则瞪大了眼睛，眼中闪过一丝惊慌和愤怒。小玲，你什么意思？我看着爸爸那惊慌又愤怒的模样，内心竟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畅快，面上则好心解释：“爸，你也知道这保单不是随便能代签的吧？我既然都不治了，这钱怎么也得让宋飞亲自签个字。我都已经打算放弃治疗了，这钱要给宋飞可以，但必须得让他自己签字，省得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爸妈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有惊讶，有疑惑，更多的是被戳穿后的狼狈。他们大概也没想，向来在家庭中唯命是从的我，怎会突然在此时提及代签之事，还对保险受理的繁杂细节了如指掌，让他们猝不及防。我让宋飞签字，并非真的只是为了保险金的规范流程，而是想利用宋飞签字这件事来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让他们的算计和冷漠公之于众，使父母和宋飞陷入慌乱和尴尬，打破他们原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的局面，从而引发三人的矛盾。要也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再将我当作牺牲品来为宋飞谋利。就在这时，宋飞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脸懵地看着我们，问道：“爸妈，宋玲说的保单是怎么回事？”爸爸赶忙把宋飞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着什么，还时不时地回头瞪我一眼。
宋飞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埋怨，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表演。过了一会儿，宋飞走过来，假惺惺地说：“姐，你别听爸妈的，咱们肯定得给你治病呀。我还指着你以后帮我带孩子呢。”我冷笑一声：“哟，这会儿知道说好听的了。你可一直在家，刚刚爸妈让我放弃治疗的时候，怎么不吭声呢？”宋飞被我这犀利的反问噎得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别说了，快来签字，我们同意让你弟弟签。”妈妈见势不妙，赶忙出声打破僵局。我冷冷一笑，这么爽快答应，还不是因为宋飞是受益人，想赶紧把这事儿敲定。签字之前，我也要签一份被保险人是宋飞的保单，受益人则是我。我语调平缓，却掷地有声。我的话瞬间让三人呆若木鸡，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仿佛我说出了什么荒唐要求。宋飞率先反应过来，不禁嗤笑出声：“不是宋玲，你得的是癌症啊，我又没病，你做什么受益人啊？你等得到那会儿吗？别怪我没提醒你。我可是要长命百岁的。”他双手抱胸，满脸的不以为然，那副模样好似听到了世间最愚蠢的想法。“别闹了，小玲，快签了吧。”妈妈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耐。我还是那句话，签之前我也要签一份受益人是我的保单。我眼直视着他们，分毫不让。我深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既然他们如此无情，我又何必再默默忍受？要让他们明白，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柔弱羔羊。宋飞被我的坚持气得跳脚，他愤怒地冲我吼道：“你简直不可理喻！我好好的一个人，凭什么要签这样的保单？”我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说：“你怕什么？你既然没病，那签个保单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损失？还是说，你其实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不敢签？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身体好着呢。”爸爸在一旁也急了，大声呵斥道：“小玲，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小飞怎么可能签这种保单？你就别再折腾了，按我们说的做。”我转头看向他：“你们要是不同意，那这保单的事就先别谈了。我虽然得了癌症，但也不是马上就会死，说不定还能拖个几年，到时候这钱怎么处理，可就不好说了。”妈妈一听，有些动摇，她拉了拉爸爸的衣角：“要不就先答应他吧。”“啊，你疯了！”妈妈疯狂地向爸爸使眼色，那眼神中似在传达着各种利害关系与权衡。爸爸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后，无奈地叹了口气，对宋飞说：“儿子，你就答应他吧，反正你也没事。”宋飞不敢置信地道：“爸妈，你们真的要我签？这太荒谬了！”爸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让你签你就签，别废话。”在爸爸的威压之下，宋飞虽满心不情愿，却也只点头。第二天，我拿出准备好的保单和笔，递到三人面前。宋飞接过笔，手不停地颤抖。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在保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看着他签下名字，心中涌起一股报复的快感。我知道，这是我反抗这个家庭的第一步，也是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开始。签完字后，我佯装失魂落魄地走出家门，实则迅速展开了我的计划，联系了一位律师朋友，将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把相关的证据，包括那份签了字的保单以及之前与家人谈话的录音，都交给了他。在那之后，家中的气氛变得微妙而压抑。爸妈和宋飞表面上依旧维持着往日的生活节奏，可暗地里，
他们的心思全被那份保单和我那所谓的癌症所占据，满心满眼都是对那笔保险金的觊觎与盘算，且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四处游说的悲情戏主角。逢人便告知我患上癌症的悲惨遭遇。我们家小玲啊，年纪轻轻就得了这要命的病，可把我们愁坏了。不过就算砸锅卖铁，我们都要给她治，只要能让她好起来，我们做什么都愿意。他们说的情真意切，热泪盈眶，不知情的旁人纷纷被他们的深情所打动，对我投来怜悯的目光，同时对他们的伟大赞不绝口。而我也决定好好利用他们的伟大，比如我故意在他们面前时不时地咳嗽几声，那咳嗽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然后就会装作虚弱地说：“爸妈，我这病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在我走之前，你们可得好好照顾我。还有那保单的事，要是你们照顾得不好，我就去撤销它。”妈妈会有些不情愿地说：“小玲，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可是你爸妈，没有保单也会照顾好你的。”而爸爸也会在一旁附和道：“就是小玲，别胡思乱想。”但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忌惮和狠毒。又比如，我会指使宋飞做这做那，要是他不耐烦或不愿意，我就会沉下脸：“我都快死的人了，让你做点事怎么了？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好拿保险金呢？那我这就去把它撤销。”宋飞被我噎得满脸通红，却不敢吭声。我还会故意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让妈妈给我做各种昂贵又难做的菜肴。妈妈虽然满脸不情愿，但在我提及保单的威慑下，也只能默默走进厨房。要知道，以前妈妈可是连我痛经痛得死去活来都不肯倒杯热水给我的人，如今却在我的要挟下做着这些事，真是令人觉得讽刺又心酸。我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报复的快感，又有对这份畸形家庭关系的悲哀。所幸他们不知是出于何种顾虑，始终没有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宣扬，否则以他们那颠倒黑白的本事，我在公司必然会陷入困境，甚至极有可能被离职。就这样，在煎熬与等待中，3个月的时光悄然流逝。然而，令他们感到无比困惑和惶恐的是，我非但没有如想象中那般日渐虚弱，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反而精神状态良好，面色红润，与常人无异，仿佛那所谓的癌症不过是一场虚幻的噩梦，从未在我身上真实发生过。反观宋飞，他的身体如同被厄运悄然笼罩，状况日渐不佳。在第1个月时，宋飞先是时常感到莫名的疲倦与乏力，爸妈见此情景，将缘由归结于他混乱的作息，于是强行对他的生活作息进行了一番整顿。那段时间，宋飞在父母的严格监督下，每日按时起床、入睡，规律饮食。然而，这种被强制改变的生活方式并未持续太久。没过多久，他便又重新回到了日夜颠倒的生活状态，而疲倦乏力之感也分毫未减。紧接着第2个月，宋飞开始食欲不振，面对喜欢的食物，也只是挑动几下筷子，进食量寥寥无几，体重直线下降。爸妈见我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却面色红润，甚至是日渐圆润，而身体健康的宋秋飞却面黄肌瘦。这怪异的对比使得他们心中的焦虑与不安如同疯长的野草，迅速蔓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悄然滋生。到了第3个月，宋飞的身体状况更是急转直下，整个人变得形销骨立，面容也逐渐失去了血色。爸妈开始产生疑虑与恐惧，
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事情的发展会偏离他们预设的轨道，陷入这无法掌控的诡异局面之中。在极度的担忧与焦虑之下，他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带宋飞去医院看病。这迟钝的反应，实在是让我不禁有些佩服他们的后知后觉。爸妈心急如焚地带着宋飞赶到医院，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检查后，医生面色凝重地把他们叫到一旁：“你们是怎么搞的？人病成这样才送来检查，他得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中期，情况非常不乐观。”爸妈听到这个消息，如遭雷击，呆立当场。妈妈率先反应过来，声音带着哭腔：“医生，您是不是弄错了？怎么会是他？我们一直以为是他姐姐得了癌症啊！”爸爸也满脸震惊：“有没有可能是误诊？我儿子一直都很健康的呀。”医生无奈地摇摇头：“检查结果很明确，不会错的。”两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满心的愤怒与疑惑驱使着他们，直冲着我的房间奔去。那扇房门被他们猛地推开，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唯有那未关紧的窗户被风吹得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嘲笑他们的狼狈与愚蠢。而此时的我，已经坐在了远走他国的飞机上。我透过小小的舷窗，望着逐渐远去的城市，心中五味杂陈。曾经，我无数次渴望逃离这个冰冷的家，可当真的离开时，却并没有预期的轻松。20年来被家人伤害的过往，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放映。冷漠的眼神、偏心的对待和无情的算计，每一个画面都深深地刺痛着我。但我绝不后悔我的所作所为，哪怕被人指责为狠毒与算计，因为人这一生要为自己活。爸妈和宋飞在发现我不见后，陷入了更深的慌乱与绝望。他们四处打听我的下落，殊不知我早已在临行前切断了与他们所有可能的联系渠道，换了新的手机号码，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只为能彻底地摆脱这个令我痛苦不堪的家庭。与此同时，宋飞的病情日益加重，爸妈看着最爱的儿子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心急如焚地带着他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那曾经为宋飞精心积攒的家底，很快就消逝殆尽。不仅如此，为了能让宋飞继续接受治疗，他们不得不四处借钱，一笔笔如天文数字般的外债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家庭彻底陷入了绝境。而那份原本被他们视为救命稻草的保单，也因为我的离开和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变得毫无用处。原来，在我与律师朋友的精心策划下，早已将他们企图恶意骗保的证据一一收集整理完备，并巧妙地将这些铁证呈递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经过严谨的调查核实后，迅速认定这份保险合同存在恶意骗保的重大嫌疑，当即宣布其作废。这一沉重打击如同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随着积蓄见底，医疗费用却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终于将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压垮。三个人之间潜藏已久的矛盾如火山喷发般汹涌爆发。宋飞在病痛与绝望的双重折磨下，性情变得愈发暴躁乖戾，只能通过疯狂的咆哮来宣泄内心的痛苦与恐惧。他那原本还算英俊的面容，也因疾病的折磨而扭曲变形，双眼布满血丝，眼神中透露出的尽是疯狂与绝望。在那弥漫着消毒水刺鼻气味的病房里，他常常像失控的疯子一般，对着面容憔悴、眼神无助的爸妈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这么没用？
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你们还不如去死算了，说不定你们死之前写份保单，我还有希望活下去。”他的声音在那惨白的墙壁间来回碰撞，回荡不息，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命运的怨恨和对父母的责怪，像一把尖锐的利剑，直直地刺向爸妈的心窝。爸爸总是低垂着头，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往日那所谓的威严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无尽的懊悔与自责。妈妈则瘫坐在病房的椅子上，身体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肆意流淌在那满是皱纹的脸颊上，怎么也止不住。她总念叨：如果当初能好好对待小玲，多给她一点爱，不那么偏心，也许老天爷就不让我们落得如此下场。是我们造孽呀，是我们亲手毁掉了这个家。然而，我在远方听发小说这一切时，心中却不禁泛起一丝疑虑：他们是真的悔恨了吗？还是仅仅因为失去了宋飞这个他们心中所谓的后，或者是没了我这个吸血包，曾经他们对我那长达20年的冷漠、偏心与算计，难道就能如此轻易地被这一时的痛苦所抹去？答案是不能的。无论他们是否真心悔恨，我都不会再回到过去，不会回到那个曾经让我遍体鳞伤的家。在异国的我，选择了个宁静的小镇定居。我倾尽所有积蓄，精心筹备，开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小店。店内摆满了我从各地精心搜罗来的精美物件，每一件都倾注着我的心血与热爱。在小镇的生活里，我结识了一群如春日暖阳般善良真诚的朋友，我们会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快乐，会在彼此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予最真挚的支持。在这里，我学会了爱与被爱。而在故乡的那一头，宋飞的病情在痛苦与绝望中持续恶化，尽管爸妈拼尽全力四处求医问药，可癌症的无情吞噬并未因此停歇。最终，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夜晚，宋飞在病痛的折磨下，带着满心的不甘与怨恨，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爸妈仿佛被抽走了灵魂，深陷于无尽的悲痛与绝望深渊。他们失去了视为珍宝的儿子，只剩下破碎的家庭和身心。妈妈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精神瞬间崩溃。她整日在街头游荡，蓬头垢面，眼神空洞，时而傻笑，时而痛哭。往昔那个精明算计的形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爸爸则在悲伤与绝望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每日以泪洗面，身体也每况愈下。在宋飞去世后的不久，他便因心力交瘁，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而那些曾经因为宋飞的病情而借钱的亲戚朋友们，纷纷上门讨债，没有了昔日的同情与怜悯，只有冷漠与急切。远在异国的我，在得知家中的变故后，心中五味杂陈。尽管曾经遭受了无数的伤害与不公，但内心深处那一丝残留的亲情。于是，我决定回国处理这一切遗留问题。我卖掉了老家的土地来偿还父母欠下的债务。在与那些讨债者周旋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心的黑暗与丑恶。他们的冷言冷语、尖酸刻薄，让我看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扭曲与变形。然而，当我一笔一笔地还清债务时，心中却又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仿佛我终于挣脱了过去那沉重枷锁的束缚，能够真正的重新开始。犹豫再三后，我决定偷偷去精神病院看望妈妈。站在精神病院那冰冷的走廊里，透过窗户看着病床上那个瘦弱憔悴、眼神迷茫的母亲，泪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双眼。
曾经那个对我冷漠无情、满心算计的母亲，如今已变成了这副模样，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感，有怨恨，有怜悯，也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悲哀。我没有走进病房，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份亲情，早已在岁月的磨砺和伤害中变得支离破碎，无法修复。而此刻，我所能做的，只是在心底默默地为她祈祷。临走前，我找到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母亲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并支付了足够的费用，希望这些能为她的康复提供一些帮助，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善。离开精神病院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望着那湛蓝的天空。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而我将带着这份经历所赋予的力量，勇敢地走向未来，迎接新的生活，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只为自己而活，去追寻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收到300多万拆迁款这天，我破天荒地给火锅店挂上闭店的牌子。25年了，不管刮风下雨，我从未有一刻放松过自己。走在商场，我像是久未下山的行者，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觉得欣喜。拘谨地走进一家品牌店，看着橱窗的蓝色裙子，幻想着女儿穿上它的样子。今天国庆节，又是我生日，这个时间点，她应该已经快回来了。电话打不通，应该是在飞机上。素英，你怎么在这儿？看到你火锅店关门，以为你已经去楠楠那里了呢。我去她那里干嘛？火锅店的生意你又不是不知道，哪里走得开？邻居大姐嗔怪地瞥我一眼说：“不是我说你，真是掉钱眼里了。就算生意再忙，楠楠结婚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去呢？”我一脸疑惑：“什么结婚？”邻居大姐看我表情不对，拿出手机视频：“楠楠今天结婚，你不知道吗？这是我家妮子在婚礼现场发过来的视频。”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里穿着婚纱的女儿，笑容甜美娇俏。台子上，她身边本该是父母站的位置，此刻却是我的妹妹和妹夫在那里。一袭旗袍，端庄典雅，妹夫西装革履，也甚是有派头。女儿挽着他们的手臂，眼底闪着感动欣喜的泪光，俨然是幸福的一家三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女儿结婚，我当妈的竟然什么都不知道。邻居大姐看我惨白着脸疯狂打电话，自觉是惹了祸，匆匆安慰几句就慌忙离开。可女儿电话一直打不通，妹妹和妹夫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边订机票，一边跟店员退掉那条蓝色的裙子。我到女儿的城市，在酒店足足等了3天，她才一脸不耐烦地露面：“妈，你看你，永远都是急脾气。你不来，我也是打算回去的。”看着她厌烦地扣着指甲，我的心顿涩地收紧发疼。自己的女儿结婚了，当妈的却不知道，这样的事哪个母亲听到了能不着急？你老公呢？丈母娘来了，怎么也不来见一面？我话说完，女儿脸上闪过一抹慌乱，但很快又稳下来说：“妈，你不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吗？明知故问多没意思。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看我冷着脸，女儿一副摆烂的样子，把脚翘在桌子上。林玉现在以为小姨和姨父才是我爸妈，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妈，你不懂，林玉家条件很好的。如果我打从一开始就说你是开小火锅店的单亲妈妈，她肯定连恋爱都不会跟我谈的。我像是突然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所以你就这样一直欺骗她，我能怎么办？我也没办法选择我的出身，我只是想让自己以后过得体面一点。
我看着光鲜亮丽的女儿，连头发丝都透着精致，再看看镜中的自己，双手粗糙干裂，脸色蜡黄，眼角眉梢皆是劳作的风霜，就连后背也在岁月的刻刀下变得有些佝偻。这20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呢？忙着赚钱，忙着养家，满心期盼女儿快快长大，能出人头地，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可现在她都做到了，但是她却嫌弃一路把她撑起来的我，如垃圾累赘一样，处处觉得我不体面。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老家，在屋里躺了3天。女儿追回来，慌乱地拍打着房门：“妈，你开门呀！妈，你不要吓我！妈，我错了还不行吗？”我本来不想理她，可邻居们都在帮忙敲门，七嘴八舌的，甚至准备报警。我无奈拉开了门，众人才如释重负。女儿扑过来抱着我哭，这一刻我是动容的，她还是惦记我的，哪怕这个孩子虚荣了些。可很快我的幻想就被打破，进到屋内，她没有问过我一句好不好，有没有吃饭，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小心翼翼故作讨好地挽着我的胳膊：“妈，听说小吃街要拆迁盖商场，你的火锅店和之前投资买的商铺应该赔了不少钱吧？”“没有这回事，你听谁说的？”我的心和声音一样的冷。“妈，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我是你亲女儿，对我还藏着掖着。”我起身去厨房开火煮面，并不搭理她。“妈，我和林玉想换一套大点的平层，还差300多万，你资助我点呗。你放心，你就我这一个女儿，我以后一定会接你去我那里养老的。我和林玉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等后年吧。我怀孕的时候就说你是老家找的保姆，到时候顺理成章过去一起享福。”听着女儿在我身后叨叨不停，我强忍着劈她的冲动，把手中的刀扔进抽屉。看我不理她，女儿直接破防：“你一个老太太，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可告诉你，不为子女谋划的老人，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别怪我没提醒你。”我强忍着哽咽说：“楠楠，当初跟你爸离婚，下着大雪被赶出家门，我抱着你流落街头，也没觉得自己人生灰暗。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竟然养出来你这么个白眼狼。”可能从未看过我如此决绝不留情面的说话。女儿愣在原地，我直接摔门而出，不想多看她一眼。深夜回到家，女儿果然还没走，在我的意料之内，没拿到钱，她是不会走的。我简单咨询过律师，给她买的房子和车已经在她名下了。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我不太好要回来，要打官司的。我在房中哭坐一夜，想清楚很多事情。女儿变成如今这样，或许是我教育的失败，可我从没教过她见利忘义、自私凉薄。她如今的样子，我不寒而栗。我和她爸刚结婚的时候，她对我知冷知热，好得让人眼红羡慕。可自从当厂长的我爸没法给她安排工作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非打即骂。生下女儿后，她更是当场大骂赔钱货，丝毫不顾我刚生产完的虚弱。我连月子都没做完，就被赶出家门。她扬言，若我不走，立马把孩子摔死。为了证明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当着我的面把家里的老黄狗给拍死。那个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噩梦里，至今看到狗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如今女儿的脸和记忆中她爸的脸重合，我才惊觉，她遗传的不只是她爸的长相，还有那坏到骨子里的阴毒和自私。一大早，看我只做了自己的早餐，女儿立马甩了脸子，进进出出，把门踹得咚咚响。“许楠，我们谈谈吧。妈，你要是还想要我这个女儿，就说些我爱听的。
他吊儿郎当的把我面前的早餐拽过去吃，一夜未睡。我肝火很是旺盛，啪，一巴掌下去，我心头郁气瞬间消散不少。女儿不可置信地捂着脸：“你打我？”我冷着脸把她咬了几口的早餐直接夺过去扔给楼下的流浪狗。许南，我告诉你，你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我往死里打你！我也不跟你废话，只说2点：第一，我给你买的房子和车尽快还给我，过到我的名下；第二，养你这么大，抚养费给我一次性补偿20万，我们断绝母女关系。女儿瞬间炸了，从椅子上弹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妈，你疯了吗？就因为我不让你参加我的婚礼，你就闹这一出是吧？谁家的妈妈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你怎么这么自私？”啪！我反手又是一耳光，打得手心都发麻。我冷冷地说：“我要是自私，小时候就该把你扔给你爸，让你自生自灭。看你现在还有命跟我没大没小的叫嚣不？”许南不光生气了，还满眼恨意地瞪着我。怪不得我爸不喜欢你，你这样的女人活该孤苦伶仃一辈子，你就是没人爱的可怜虫。我僵在原地，我的心好似一瞬间被人挖走了，呼呼地灌着冷风，冻得我浑身生寒。这就是我从小疼到大的女儿，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刀子扎在哪儿最能让我疼。女儿夺门而出，2天没露头。我在火锅店收拾东西，准备给拆迁队腾屋子时，亲戚们的电话和视频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我接都接不及。我堂姐说：“素英啊，我们这把年纪了，不能光顾自己，也得为孩子考虑啊。”我堂妹说：“姐，早些年让你找，你不愿意，现在男都结婚了，你就算要找老头子，也不能给孩子拖后腿呀。”听了半天，我才捋清楚这是怎么个事。我女儿跑回村里，跟亲戚和邻居到处哭诉，说我迷恋上一个老头，非要跟人家结婚，要死要活的。拆迁款给老头花不说，还逼他把名下的房子也给卖了。我愣在原地，怎么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被自己亲生女儿造黄谣。他还到处说我隔3差5就跟老头去开房，很担心我的身体。他劝不动我，一说我就动手打他，他也是走投无路了，只能请亲戚们出面帮忙劝劝我，让我把钱给他保管，不能再让我拿着这些钱到处挥霍了。很离谱，可偏偏亲戚邻居都信了，纷纷打电话规劝我。我在派出所报警做笔录的时候，女儿电话又打了进来，我直接开免提录音：“妈，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许南，你可真是出息，到处造自己亲妈的黄谣，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戳你的脊梁骨？用什么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逼你把钱吐出来。你就我这一个女儿，钱却不肯给我花。不是想给哪个老头花是什么？”女儿依旧不知悔改的样子，听得民警在一旁直摇头，看我的眼神都带了几分怜悯和同情。事情最终以许南被拘留3天，罚款500元而结束。民警调解无效，我不可能忍他如此诋毁我，而许南觉得我报警抓自己的女儿不可理喻，匪夷所思。他在派出所大喊大叫，要跟我断绝关系。这件事开始，我们母女彻底决裂，撕破了脸。亲戚们又纷纷规劝我，让我大度，楠还小，都是小孩子脾气，你跟他置气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天下哪有跟自己孩子生气的，还闹到派出所？是啊，楠多乖巧的一个孩子，都被你逼到这个份上了。你可别再犯倔，否则老了生病的时候有你哭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合力想把我说服，让我把拆迁款给许南。我默不作声走到一旁，
冷着脸把一摞盘子扔在地上，碎片炸得哪儿都是。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一阵沉默后，鸟兽四散。谁劝我大度，谁他妈的就去给我死。隔了一天，许南直接带着自媒体记者上门，他依旧把我塑造成一个自私自利、降至下头的恋爱脑老太太。记者3番5次围堵我，希望我接受调解和采访。我不愿意把家丑拿出来往外说，许南不要脸，我还要脸。可事情并没有随着我的避让而结束，记者掐头去尾，在我家门口开启了直播。许南戴着口罩墨镜，哭得稀里哗啦，跪求我回归家庭，不要再执迷不悟。给老头花钱是没前途的，不把钱给他这个女儿，就该被天打5雷轰。舆论很快发酵，因为我的脸并没有被打码，又加上我抛头露面经营火锅店20多年，很多本地的人几乎是一下子就认出来我是谁。有八卦吃瓜的，有幸灾乐祸看母女大战的，也有一部分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说我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毕竟年轻时候那么好看，都没传出来一丁点艳闻奇事。临老了，怎么可能再去找个臭老头？况且记者和女儿口中的姘头，到现在都没被扒出来，真与假扑朔迷离。可更多的舆论是无脑的网暴。我在2楼住，一到晚上就有人站在楼下往我的窗户上扔屎包，玻璃和墙面上到处都是粪臭尿骚味。楼道里，我的门上也被人涂上粪便，还用油漆写满了老骚货、老不正经这样充满侮辱性的话。周围邻居也都苦不堪言，警察来了也是没头绪。老小区连监控都没有，只能奉劝我尽快平息舆论，为安全考虑，最好先不要出门。我的老姐妹春景来看我的时候，正巧碰见几个中学生鬼鬼祟祟地准备投掷屎包，几人被抓了现行。我们在派出所录口供的时候，这几个孩子直接招了，拿出手机偷拍的照片，说是他付钱让他们这么好干的。我定睛一看，是许南，我的好女儿。几个孩子吓坏了，委屈的嚎啕大哭。就是这个姐姐说的，我们是未成年人，干点坏事也没什么，警察不会抓我们的。他给我们的500块钱，1分还没花呢。我的姐妹春景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嘴都骂歪了。楠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天打雷劈的祸哟！赶过来的家长在派出所门口和许南迎头遇上，看到教唆自己孩子干坏事的罪魁祸首，众人压不住一点火气，直接你一拳我一脚的把许南给打了。事情变得一团乱，家长们要告许南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许南要告他们故意伤害。我如果想追究，得告他们侮辱罪。几个孩子直接跪下来给我道歉，他们的父母表示愿意承担我所有的损失。最后协商，除了要给我的房子清理干净外，再赔给我3万块精神损失费。可许南就不行了，被拘留了5天，家长们油嫌不足，要集体告他。这下搞不好还得进去登缝纫机。许南也不敢再提家长们打他的事情了，各种托人去说情，最后每一家赔1万块，此事才算了结。这期间，我只是冷眼看着，任凭许南在卖惨求饶，我都不为所动。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哪个女儿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呢？房子我挂牌出售，低于市场价10%，亏是亏了点，可我只想尽快脱手。我的好姐妹春景，她儿子在青岛给她买了新房，邀请我一起去住，我愉快答应。收拾行李的时候，我那许久未见的妹妹和妹夫却稀罕地找上门。之所以说许久未见，在许南8岁那年，他们夫妻俩给我介绍了单位的直属大领导。
的70岁老爹，说的天花乱坠，条件怎么好，年纪大会疼人，还有可以帮我负担养许南的费用等等。被我严词拒绝后，我的妹妹就把我当仇人了，对我冷嘲热讽，还说我不识好歹。我那个时候30多岁，嫁给70岁老头，不明摆着去给人家当免费保姆去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脑子正常的女人都会拒绝的事。再说，我的小火锅店能养得起我们母女俩人，我没撕破脸骂他们是留了情面。但从那以后，我们姐妹几乎是断了联系，非亲戚间吃席场合，我们姐妹俩是不来往的。姐，不是我说你，楠楠这几年在外面不容易，你当妈的帮不了孩子不说，怎么还一个劲儿的扯后腿呢？我冷笑，你有屁快放！妹夫强压着怒火，笑容扭曲僵硬。姐，楠楠这个老公不错，家庭条件很好，说起来是咱家孩子高攀了的。我冷冷的，哦，那祝福。妹妹看我这个态度，直接把包甩在沙发，腿敲在桌子上，一副很欠抽的样子。我终于知道许南的那副死样子跟谁学的了，看来他们没少见面联系。姐，我明着跟你说吧，男方同意跟许南结婚，就是因为许南答应会拿300万嫁妆金一起买房，眼下婚礼办了，证可没领呢。你可不要犯糊涂，再耽误了孩子的终身大事。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听到了天下最好笑的事情。许南这个老公长啥样，我至今不清楚。可不管是怎么样，婚礼都办了，女方不拿300万嫁妆出来就不领证。听听，这是一个好人能干出来的事吗？那他给许南多少彩礼呀？老实说，我是纯好奇。可此话一出，俩人都沉默了，眼神躲闪，不回答我的问题。许南哭着进来，跪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妈，我真的很喜欢林玉，哪怕他1分钱彩礼都不给，我也要跟他结婚。我不能失去我的爱情啊！你不能失去爱情，但你可以失去你的老妈。我再一次为自己失败的教育而感到悲哀，两眼黑了又黑。许南依旧哭。我从小都不知道父爱是什么，自从遇到林玉，我才体会到被一个男人关爱是什么滋味。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许南，我扪心自问，当妈的没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要倒贴，别趴在我身上做吸血鬼。还有，我只给你1个月的时间，把买给你的房子和车过到我名下，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许南从地上站了起来，满脸的不可置信慢慢化为怨毒。秦素英，你确定要这样对我是吧？我冷着脸，是你先不认我这个妈的，抹黑我，找人泼我粪水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退路？许南指着我的鼻子说，行，你别后悔。我也不恼，直接拿出手机，扒拉出一堆照片举在许南面前。他瞥了一眼后，整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疯婆子似的。秦素英，你到底想干什么？看样子你很害怕呢。所以你的老公林玉不知道你以前为了混混打胎还卖身，对吧？我知道此刻我看起来一定很可怕，曾经发誓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亲口再把这件事翻出来，当作威胁自己女儿的筹码。你敢？许南哭了，但仍旧嘴硬地对着我咆哮。你敢把这件事告诉林玉，我就死给你看。我轻蔑地说，你觉得我们母女俩闹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的？1个月后，房子和车没在我名下的话，这些照片都会出现在林玉手机上。别觉得我年龄大，不让我见到林玉，我就什么也做不了。能独居几十年，平安把你养大，还能挣钱买房买车，我就不是个孬种。别逼我。
许南，看我沉着脸，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妹妹呸了我一声，拉着许南和妹夫夺门而出。我坐在沙发上缓了一会，长舒一口气，才觉得心口没那么憋闷了。许南大一开学没多久，学校就通知我过去，说要对他进行劝退处理。我才知道，开学不到2个月，他就谈了一个校外的男朋友，经常夜不归宿不说，上课也是经常见不到人。我当时见到许南的时候，被吓了一跳，脸颊凹陷，面黄肌瘦，整个人跟被抽了魂似的，心疼得我几乎要窒息。我跪在教导主任和校长面前，苦苦哀求，希望他们再给许南一次机会，并且再三保证他一定会改。学校最后勉强同意，让许南停课1个月回家反思。我本来想带着他直接回老家，可他死活不肯，问什么也不说，一直哭一直哭。作为母亲，我很快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再三追问才知道许南怀孕了。那一瞬间，我是生气的，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也打了自己一巴掌。我恨他不自爱，也气自己竟然没早点发现他的异常。当我提出要见她所谓的男朋友的时候，许南哭得更伤心了，一直摇头拒绝。我说不让见就报警的时候，许南跟挤牙膏似的才把全部真相说出来。那个男人根本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混混，他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天天在酒吧赌桌混日子。许南涉世未深，被他潇洒自由的外表迷惑，觉得那就是爱情。那个男人也看准了许南单纯好骗，忽悠着他竟然去裸贷，最后还不上钱，索性直接拉他下海去卖身赚钱。换句话来说，许南根本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而知道事情闹大了的男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当时两眼一黑，站都站不住，满脑子都是怎么办，怎么办。看着哭得绝望的女儿，我知道我就是她最后的依仗和希望。如果连我也救不了她，真有可能把她逼上绝路。我带着她去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租房子，安排医院做流产手术，仔细地将养她的身体，每天不厌其烦地开导她，让她一点点走出阴霾。当时保留了所有的证据，想着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也害怕那个混混再来找许南。我准备好所有起诉他的证据，却不想这些证据如今却成了我拿捏许南的把柄。不到3天，许南就打电话让我过去办理过户手续。我从青岛直接飞到他的城市，提前在网上约好代理人，不到1天的时间就走完全部流程。我把房子委托给中介挂牌出售，车子也开去二手市场，所有有关许南的痕迹，我都想抹去，多看一眼。我都觉得膈应得很。妈，我们究竟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许南不解地看着我，就因为我不让你参加我的婚礼吗？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吗？我抬头看天，是这个事儿，但又不止这个事，还有抚养费20万记得还我。我把车窗关紧，让师傅出发去机场。许南站在原地目送我离开，呆愣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却在机场门口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林玉。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看起来比许南大了20岁不止，毫不夸张地说，比我小不了几岁。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说起爱情的时候，许南会把他从小没有父爱这件事联系起来。不知道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看了眼时间，我要赶飞机去青岛找姐妹呢。我知道你根本不是保姆，你是许南的亲妈。林玉不疾不徐地说着，满眼金光。不过我不在乎你到底是谁，我只是想知道，你发给许南的那句别逼我告诉林玉全部真相是什么意思？原来如此。
他是偷看了许南的手机才知道我的行踪的。没什么，就是我是他妈这个真相了。你现在不都已经知道了，林玉？所以你真的不打算资助许南买新房吗？我简直都被气笑了，剜了他一眼，连多说一个字的欲望都没有，拉着行李箱就走。到青岛后，刚下飞机就看到我又被许南锤上了热搜。这一次，他直接拿着身份证实名制的讲述我和他之间的故事。这一次，我不光是恋爱脑老太太了，我妈以前稍不高兴就动手打我，还用热水烫我。我努力学习，考上985，就是想离她远远的。她还是赌成性，10赌9输，曾经为了钱要把我的少女之身卖给一个老头。我现在好不容易结婚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他又天天来挑拨我和老公的关系。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多少孽，这辈子竟然遇到这样的一个母亲。我的照片也被他大喇喇贴在视频里。讲真，我真的搞不懂这孩子到底想干嘛。春景的儿子是做自媒体的，账号有好几百万粉丝。在了解事情的前后始末后，气得不行，当即表示要帮我还原事情全部的真相。我这边视频还没剪辑制作好，那边的许南就再一次打过来电话问我：“妈，你是不是真的确定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斩钉截铁：“是。”电话挂断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开启了直播，而我的前夫，他的爸爸，也赫然出现在直播间。这个多看一眼都让我浑身战栗的男人，如今却是一副老实儒雅的样子。我想我的女儿，可秦素英从不让我见孩子，却不想她竟然一直虐待孩子，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失职。如果时光倒流，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会把女儿抢过来养在自己的身边。当年被我捉奸在床离婚的时候，我就不该心软，让他带走孩子。说完这句话，他还故作忐忑地问旁边的人：“这个可以在直播说吗？”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红彤彤的眼睛，发白的头发，再配上极度伤心懊悔的表情。短短半个小时的直播，我已经成为新一代恶魔的代名词。春景儿子皱着眉头，看完全部直播后，提议让我也先开一场直播，简单回应解释。他这边会加急把所有的证据剪辑发布。第一次坐在镜头下，我有些忐忑。春景儿子安慰我：“阿姨，做错事的是他们，不是你。你要做的就是客观陈述事实。”春景也在一旁为我加油打气。一开播，直播间就涌进来无数网友，瞬间人数2000加，满屏幕都在骂我，活着就是给女人丢脸的人渣。天哪，这女人怎么还有脸直播？不会是要赚这波流量钱吧？人血馒头啊！众筹投票弄死她吧！大家好，我是秦素英，占用大家的时间和公共资源，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还大家一个事情全部的真相。网友从来不是被有心人利用的棋子，善良也不该这样被肆意践踏。我目光坚定，铿锵有力地说着，屏幕上刷屏，你最好是哦，有反转，期待大瓜。我先是展示了手机上我被评为先进个人的照片，以及许南在高中时候获奖作文。我的神明是妈妈，她在里面写道：“我的妈妈渺小而平凡，可她却如神明一样救赎着我不幸的人生。我那素未谋面却如恶魔一样存在的父亲，总是不经意间磨灭妈妈眸中希望的光，而我就是点燃这束光的烛火。我什么时候可以长大呢？那个时候，我会撕下素英女士强装的坚强，拍拍她的头，告诉她，从今天开始，你由我来照。”我低声朗读，短短几句，就足以说明那些年一位母亲的付出，在一个纯善的孩子眼中是多么的伟大。
我念着念着，便声音哽咽，心酸难过。那个时候的许南真的好爱我。屏幕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果素英阿姨真的虐待许南，她怎么可能会在作文里这样写？谁也不会逼她写的这样富有真情实感。许南爸爸说的话也是漏洞百出。如果他真的关心孩子，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孩子被虐待？阿姨面相看起来就很面善啊。反而是许南的爸爸，看似老实，眼神却藏着虚。我把跟许南爸爸离婚的始末和开小火锅店供许南大学毕业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这些事情都是事实，只要网友想扒，立马就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当年妇联的人也是3番5次去找许南爸爸，希望他拿出一部分合理的抚养费用，结果被他大棍子抡着往外赶。可这才哪儿到哪儿，事情怎么会这么简单的结束呢？许南结婚的时候嫌弃我不够光鲜，开小火锅店也不够体面，宁愿找别人假扮他爸妈，也不愿意让我出现在他的婚礼。我甚至是从邻居口中知道他结婚的事，而且事后还惦记我的拆迁款，要求我全部拿出来给他买婚房，提出让我以保姆的身份过去照顾他的生活。我说的这些全部都有铁证，稍后整理一下会全部发出给大家看。是非公道，自在人心，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双慧眼来辨明真假。最后，我想问问许南，你当年的裸贷还清了吗？为了钱出去坐台的事情，你婆家知道吗？他们知道体面的你干过这样不体面的事吗？如果你老公什么都不清楚，你的行为算不算骗婚呢？我留下炸裂的一堆问题，结束了本次直播。直播的内容也被做成无数切片流传，舆论渐渐有了扭转的势头。可也有人质疑我说的话的真假，毕竟太过于炸裂了。还有人提出，如果真是如此，许南怎么敢这样丝毫不顾忌地在网上各种抹黑我？他图啥？这个问题，网友们好奇，我也挺好奇的。对呀，他图啥？到底想干什么？妈，你怎么敢？你怎么真的敢这样回我？我可是你亲女儿啊！你说这些话之前，要不要先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听着许南的咆哮，我捏着电话，平静的毫无波澜。你这样做是逼我去死吗？我就是吓吓你，想让你主动把钱拿出来给我。你怎么就这样非把我往死路上逼？许南一直在哭，我却不明白他到底在哭什么。接着电话那端就传出一声许南的尖叫声，接着是椅子翻倒在地的声音，以及打耳光的声音。妈，你救救我！没有钱我会被我爸和林玉打死的！啊！他凄厉地哭喊着，电话被突然掐断，真实性待定。可我已经无所谓了，被许南伤透了心。这个女儿已经无可救药，我不要也罢。当天晚上，春景儿子就在他几百万粉丝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超长视频，从许南爸爸弃养、下雪天把月子里的我和孩子赶出家，以及街坊四邻对我的帮助。妇联的人更是为了提供维权证明我对许南的好。他的小学老师、初中、高中，自己大学老师，全部都给我提供相关证据。我作为母亲，对许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包括给他买房买车。大学期间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证明，还有我网购记录给他买的数不清的衣服和日用品，以及婚礼的事情，让人泼我房子粪水的事，还有为了钱对我各种辱骂的录音，全部被剪辑到澄清视频里。舆论瞬间一边倒，许南也体会到了被网暴的滋味。还有林玉和许南爸爸被网友各种抨击，可他们却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一丁点消息。
我也成了坚强坚韧形象的代名词。你很素英，这句话也成了今年最火的梗。我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竟是许楠要见我，他杀人了。她的老公林玉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只是一个炒股失败、欠了一屁股外债的凤凰男，有老婆有孩子不说，他还是我妹夫的领导，就是当年非要把他70岁的老爸介绍给我当老公的那个人。林玉之前炒股确实赚了不少钱，妹夫为了讨好他，让他带他一起玩，不惜引诱许楠下水，把林玉夸成绝世好男人，然后又伪装许楠是他们的女儿，让林玉觉得这夫妻俩诚意满满呢。女儿都舍得送给自己，一高兴同意帮妹夫他们炒股，但是赔了可不管。可林玉是什么人？人精中的上等品，很快就发觉了许楠他们的秘密。本就是白捡了便宜的他，自是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邪门的是，他的股票跳楼市大跌，赔得他裤衩子都快没了。正好许楠又一直缠着他要名分，而我的妹夫又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我的火锅店要拆迁，会得到一大笔拆迁款。动了歪心思的林玉就决定办一场假婚礼给许楠。在以后发现我竟然是个烈性子，宁愿跟许楠断绝关系，都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原本许楠名下的房和车也被我要了回去。林玉把许楠打得死去活来，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产了，逼迫他想办法把我的钱搞到手。许楠走投无路之下，竟然又找上了我前夫，他那个杀千刀的爸，承诺事成以后给他10万块报酬。与虎谋皮，怎么可能有好下场？许楠千算万算，没想到我是真的不要他了，鱼死网破的把他所有案底都给抖落出来。从我手里拿钱真的是不可能。林玉打他，他爸也打他，许楠疯了，趁俩人晚上睡着，直接干了一票大的。听说案发现场相当惨烈，经验老道的法医当场都吐了。可许楠那天晚上杀疯了，直接又跑到我妹妹家，佯装又被家暴，哭哭戚戚哄着我妹妹开了门，进门二话不说就乱砍。妹夫挨了几下，挣扎着逃出去报警，可最后失血过多，还是没抢救过来。妹妹更别说了，连家门都没走出去。看着面如死灰的许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妈，究竟是为什么？你怎么说不爱我就不爱了呢？我曾经不是你的命吗？你怎么舍得真的伤害我？许楠依旧是怨毒地质问着我，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好像失忆了一般，只字不提。我低头哑然失笑，千言万语此刻都没说出口的必要了。都到这一步了，他依旧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我还能说什么呢？回去的路上，我去买了鲜花和菜。今日降温，宜吃火锅。往后余生，我要为自己而活，潇洒恣意，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以阻碍我通往开心的脚步。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裴延川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好推开包厢的门，众人看了我一眼，面面相觑。随后裴延川的一个好兄弟笑着缓和气氛：裴哥，看谁来了。我放下手里的胃药，听说他喝醉了，我来接他回家。包厢正中，裴延川面色酡红，一双迷离的桃花眼看起来更加薄情。我伸手想拉起沙发上的男人，你喝醉了，回家。裴延川懒懒地倚在沙发上，嘴角的笑意若有若无，没看到我和苏小姐的酒还没喝完。他身边一个明媚的大美人和他靠得极近，此刻美人含笑，裴总的海量我可不敢比，倒是少见美人有苏小姐这番酒量。昏暗灯光下，一个冷峻，一个婉约，气氛说不出的暧昧。而我站在跟前，像餐桌上多出的那套感觉，碍眼极了。我却熟悉了这种感受，
你不走，我走了。我抬步想走，裴延川的兄弟却在一旁劝住我：嫂子，这种情况还放心离开？咱们裴哥真是有个贤妻啊！我本不予理会，身后却传来裴延川满不在意的声音：简真，你敢踏出去一步，就别再回来了。我站定，周围嘻嘻哈哈的，还是裴哥会调教人，马上就回来了。我开口：好啊。周围愣了一秒，很快恢复了欢笑。生气了，裴哥还不哄哄人家？是啊，这样对嫂子不好吧？裴延川语气带上一丝得意，这是他欠我的，欠裴家的。随后他目光看向苏云，苏老爷子想联姻的想法我听说了，为了不委屈苏小姐，我作为诚意，先把身边的人清理干净。苏云面色尴尬，裴总，我看向那双薄凉桃花的眸，放出声音：既然没我什么事，那我走了。裴延川神情看不出喜恶，没有任何一个人挽留我，甚至身后的调笑声不断传来：裴哥，这次又准备分几天？我赌5天吧，不，3天，他就会来求和。那到时候裴哥咋办呢？在外人眼里，我攀附上了裴家的高枝，又有之前分分合合的潜力，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可只有我心里知道，失望不断累积，我在这段感情中狼狈不堪，一直无法抽身，也无法再沉溺了。直到走出酒吧，我才呼出一口污浊的气。回到家，我草草洗漱后就睡了。第二天很早就被敲门声吵醒，我眼睛还有些迷糊，强撑着爬起来开门。哎呦，怎么这副邋遢模样？我妈张青雨走了进来，见我一脸嫌弃道：你这模样哪个男人见了会喜欢？她对我外貌一番挑剔后，又四处到房间转了转。延川昨天没回来，她打量了一眼卧室，面上染上焦急。听说裴家有意和苏家联姻，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抓紧嫁进裴家。不是说他奶奶已经同意你了吗？女儿，你嫁进去，我才放心啊。还有女儿，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我看清他眼中的算计，依然不松口。我没钱，他理直气壮，那我就去找裴延川要，反正以前他都给了。我心中疲惫满满，这样的我，又怎么能在裴延川面前硬气得起来？不过既然要分开了，谁又在乎这份硬气？要烂就烂到底吧。我恶毒恐吓：你去吧，反正我和他已经分手，阻碍裴家订婚，看你会不会消失得很彻底。打发走张青雨，我打量这间大平层，在裴延川面前，我总守着我的那份可怜自尊，拒绝了他的金钱，所以我的积蓄在砸完这个家后，口袋里空的可怜。谁又能想到，裴家在海京大名鼎鼎，裴延川更是以大方多金出了名的。跟在他身边10年的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我休息了一会，开始收拾清理。裴延川价值不菲的西装装好，喊人送回去。2人一起做过的手工艺品不值钱，丢掉。裴延川送我的礼物，我看着犯了难。这些基本都是5年前的老款式，二手出去不一定保值。毕竟那件事后，他再没送给过我东西。算了，真金白银就融了储蓄，过季奢侈品就低价挂二手。这样一天过去，看着房间中少了大半熟悉的痕迹，我放松一口气，随后联系中介，把这间房子挂上售买，等拿到钱就离开这个地方。肚子咕咕唱着空城计，我拖着垃圾准备下楼丢掉，然后吃饭，四肢却无力，还没搬上电梯，差点一个踉跄。小心！好在一双有力的手及时地扶住了我。我抬头对上一双温柔的眼睛，哦，是隔壁邻居。我道了谢，他礼貌开口：我帮帮你吧。我爽快点头，这个邻居人很不错，
但之前碍于裴延川的嫉妒，我只能疏远。他帮我丢了东西，见我要寻找附近吃饭的地方，还不忘给我推荐过一条马路边那个筒骨汤粉不错，你看起来很累，应该吃清淡点。再次道谢后，我顺着他指的路，顺利的吃饱喝足。只是在回去时，原本放松的气息一下子提起来。灯开着，裴延川来了，我暗暗责怪自己没有先改房门密码。随后佯装冷静地走了进去。怎么？我问。以往分开，裴延川可不会主动来动去找我。裴延川神情淡淡，桌边放着一杯热气升腾的菜，氤氲雾气模糊了他锋利的面庞。雾气散去，他的桃花眼满是嘲讽。你母亲告诉我，你伤心到自杀，想以此挽留我。不要以为这种手段我就会心软。后天我要陪苏小姐逛街，那套蓝色西装在你这，拿给我。我忍下一口气，点头，只想赶紧送走这人，还挽留。转身进房间，从打包的箱子中取出他说的那件西服，并开口：既然分手了，那裴总该找人来把这些东西都带走。裴延川薄唇勾起一丝笑，一双深情的桃花眼上挑。这次你可硬气了，赶我走。简小珍，你确定？这种半不屑半轻蔑的语气，听得我很不舒服。我开口，裴总都要结婚了，难道还想缠着我不放？他妈撒着指腹上的扳指，你在暗示我什么？简真，你要知道，那件事情过后，我对你的一切已经算是容忍了。今后我结婚，你乖乖在这住着，要是表现好，我就来看你。我浑身血液冰凉，好半天反应过来。裴延川，你要我当小三？他明明知道我最恨小三了。明明高中的时候，他年少冲动，找到那个男人打了他一顿。那时他护着我身前，神气狠厉得像护崽的狼。为了小三打自己女儿，你不配为父亲，更不配为人。彼此的正义少年，在时光洪流中面目全非。如果5年前那件事没有发生，他会和之前一样吗？我擦干眼泪，滚！现在滚出我家！被我喝止。裴延川面色也黑了。你确定要我走？我抓起桌上的茶杯、果盘，接二连三地扔过去。滚呐！茶水打湿裴延川的西装，他面色难看，不偏不倚被茶杯砸中额角。好，很好。他起身离开，我脱力坐下，看着一地的狼藉，忍不住掩面流泪。明明以前的裴延川不是这样的，他深谙世俗而不世俗，看似逢人带笑，处事圆滑，却永远会给人留一丝余地。我做到天亮，叫来跑腿，把裴延川东西送回裴家，又催促中介。好在房子这边传来好消息，找到买主了。我委托中介帮我尽快谈价，价格少也没关系。随后带上不多的东西住到酒店，一连几天格外安静，除了网上跳动的八卦新闻，时不时放出裴苏用餐的模糊图。我终于放下心。裴延川忙着和苏云谈恋爱，没空找我麻烦，我放松些警惕。又过了几天，房子的钱到了，我当机立断买了机票，正准备启程，一个陌生号码涌入手机。我犹豫挂断后，那个号码再次打进来，我点开，里面传出裴延川冷漠的声音：简真，滚到疗养院来。我压下怒气，做什么？对面静默片刻，轻讽出声：琳琳快死了，你得意了吧？裴琳琳，这个裴家我唯一对不起的人。我深呼吸一口，好，我马上到。等赶到疗养院，我刚跨进大门，就被2个道同模样的人架住。我努力挣脱，你们干什么？却无济于事。我被押到病房前，裴夫人一脸担忧地问道：“是，就是他，跪着求3天，能行吗？”
倒是一脸高深莫测。心诚则灵。我被押到院子中一处红红绿绿的阵法前跪下，还没动，一道阴影投下。我抬头撞入裴延川不近人情的桃花眼。裴延川捏着我的下巴开口，语气冰冷：“简真，这是你欠琳琳的。如果不是你和管家暧昧被琳琳撞见，让你想方设法伙同他设置绑架案，要置琳琳于死地，琳琳也不会变成植物人的模样5年。他为了掩护你，主动吸引歹徒的视线，却不知道你才是罪魁祸首。你如果有一点良心，在这个院子里好好跪着祈福他这次手术生。”我扭头甩开裴延川的手，笑：“如果我有错，来警察来抓我好了。那次我伤了头，关于绑架案的记忆变得模糊，在5年的指责中，连我自己都不确定那件事真的和我没关系吗？”裴延川的墨色眸子中云雾翻涌：“你别以为找不到证据，实话告诉你，那个人马上就要被抓捕归案了，你的谎言全会被戳破。”一边是裴夫人紧张的祷告，希望老天爷保佑我的女儿度过这次手术，一边是道士做法的声音。我牵动沙哑的声音：“不管你怎么说，我问心无愧，但是我愿意为琳琳祈福，如果这样有用的话。”见我跪在那儿不再动，裴延川直深入，站在了一旁。我闭上眼，几个小时过去，腿上的感觉生疼，头顶雷声大作，似乎马上就要下雨。但此刻院子里的人已经散了，全紧张地等在手术室门口。我也真心的祈愿那个爱笑的女孩子会平安。如果这种办法真的能帮到她。夜里雷声轰鸣，倾盆大雨终于落下。我牵动着麻木的腿，浑身被浇透，像可怜的落汤鸡。有人小声问：“要给他送把伞吗？”我听到裴老夫人尖锐的声音：“这样就影响对老天爷的诚意了。”一旁的裴延川没有说话。好在后半夜雨终于停了，只是淋湿的衣服粘着皮肤，让人发冷。晨光微熹，ICU 里的人终于度过危险期了。我模糊的意识似乎听到：“醒了，醒了。”我强撑着麻木的身体站起来，靠近病房门，里面的喜悦和欢呼声让我飘逸的思绪回笼。我终于听到那个声音了：“珍珍姐呢？她怎么样？”她当时为了保护我，主动吸引歹徒的视线离开，应该伤得比我重吧？原来都是误会，我的心落下一块大石头。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别人呢？被旁人误解多了，连自己都开始误解自己了。拖着麻木的脚步，在渐明的晨光中，我走出了医院。我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不管他去往哪个陌生的城市。随后坐在了飞机上，昏昏沉沉，开始做起梦来。我梦到5年前，我和裴延川感情正好的时候。那时候裴家除了裴林，谁都瞧不上我。裴夫人阴阳怪气，不是什么人都配上桌吃饭的。裴延川二话不说，放下筷子，拉着我下桌。如果在家都不能吃饭，那就都不吃了。他拉着我回到房间，自己到厨房亲自给我做了一碗寡淡无味的面。他看着面，满眼愧疚：“对不起，忘记放盐了。”我笑着告诉他：“没事儿，我本来就吃得清淡。”他的维护是真的，他的心疼也是真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模样的？我好像记起来了。我从绑匪手下死里逃生，惊喜地想要扑在他的怀中，却被他狠狠一把推开。他居高临下，面无表情。绑匪都交代了，你是合谋。我捂住发疼的脑袋，这么离谱的话，你怎么会相信？他蹲下直视我的眼睛，我也不想信。那这些视频呢？视频里，我对着绑匪说着讨好的话，甚至畅想要勒索多少钱。我忙解释，那是我为了让琳琳跑出去，
故意这么说的，不信你问琳琳，我和她商量好的。她仔细看着我面上的表情，薄唇微微颤抖。她摔下山崖，成为植物人了。我的头好像更疼了。那一天开始，爱人的心结越发深重，关于这件事的记忆越发模糊。我开始接受裴延川的说辞，尽管心里有一个声音不断否认，可又要开始犹豫，万一哪个细节的巧合是我促成的呢？就这样折磨了5年，我早该放手的，可是我太傻了，我太割舍不了过去。我寄希望于万一真相被发觉，一切都会恢复如初呢？可我终于明白，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我昏沉的身子开始飘忽，耳边的声音若有若无：“小姐，你没事吧？小姐，简。”当我的意识再次恢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我皱着眉头，刚想起身，手背上传来刺痛，原来是针头被拉扯掉了。小心！一道沉稳的声音传来。我抬头看见了邻居，他身穿着白大褂，面色严肃。飞机快落地的时候，你怎么也不行，才发现是高热休克了。那你怎么？我扯动干涩的唇角，却被他及时递来的水堵住。高大男人目光温和，飞机正在通报，有没有会医的人？我赶过去，却发现是熟面孔。我喝够水，刚想道谢，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没有记住邻居的名字。他看懂了我的意思。我是方衍。我赶紧点头，谢谢你。我这才知道，原来方衍是医生，怪不得家里有骨头模型。曾经无意识路过，吓了我一大跳。方衍告诉我，这里是墨城，也是他工作的地方。我有些好奇，两地隔了1000余公里，他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上班？听到我的问话，方衍沉默了。我也明了了。这其中应当有一段不能说的往事，也默契地不再发问。多亏了医院里方衍的照顾，我的病很快好了。只是他阻止了我出院的想法，严肃地告诉我：“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来到这里无亲无故，你有住的地方吗？”我诚实地摇头。我买的飞机票就像开盲盒一样，并没有目的地。对我来说，有亲人也像没有亲人，去哪儿都一样。方衍开口：“那你先不要出院，我可以先帮你找房子。”我也只好连声道感谢。养病的过程中，手机弹了很多个陌生电话。我打定主意，等出院之后就把手机号码更换了。没想到我的微信重新弹出一条申请：“我是裴林。”我犹豫半天，还是点了通过。以前，相对于裴家其他人的不同意，裴林可以说是相当友善了。他会笑嘻嘻地替我解围，也会听我说和他哥的日常，然后发出夸张的惊叹：“天哪，我哥在你面前居然是这样的！你们一定要在一起好好的。”所以在被绑匪威胁后，我尽一切可能想让他逃生。却不知道他摔下了悬崖。“你还好吗？”看着屏幕上弹出的久违的关心，我的心多了一些暖意。“还好。”我回复后，对面许久没了消息。过了一会儿，又不断弹出几条。“这5年的事，我听说了。那个管家被抓后还攀污你，是我哥误会你了。你们还能在一起吗？”以前裴林无比坚定我会和裴延川在一起，他用夸张的口气说：“我哥绝对不会爱上除你之外的女人。”但5年了，再坚定的事都会变了。我回复：“你哥要订婚了，就不打扰了。”那边很快回应：“这件事只是误会，我保证我们家没有这种打算。”我哥知道真相后也很后悔，已经买醉3天了。他还是爱你的。之前刚出事，我妈很生气，也是她在父母面前周旋维护住你，不然你们已经错过5年了。希望你们未来好好的。这其中的意思我明白，可面对这上面的文字，我却忍不住升起一股惋惜和感慨。
哪怕是昏迷成植物人陪林，也会第一时间维护自己的亲人。其实我可以找借口，他并不清楚这5年之中发生的事，但却格外苍白。我想起无数个被裴延川质问的夜晚，我想起被他们叫去酒吧，当作木头人一样取笑。我想起裴延川的反复，上一刻温柔，下一刻却能把人狠狠地推出去。我不断避开他流露的锋芒，我一直告诉内心，是因为他妹妹受伤了，他性情才变了，他酗酒，故意对着别的女人暧昧，我都愿意去包容。我们都太熟悉了，所以我能轻易看穿他的愧疚和伪装，最后却是两败俱伤，反复折磨，深陷泥沼。我逐渐发现，我连自己都看不清，又怎么能去看清别人呢？一直以来都是我太傻了。我最后留下一行字：不管怎样，祝他未来安好吧。随后我删掉了这个微信。我的手机从这天起不断涌入电话，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纷纷发来消息：嫂子，你在哪？裴哥快把海经翻遍了。简真，你这次的手段高级，把裴延川勾得快发疯了，教教我。我删掉了所有和海经那边有关人的微信，趁着下雨，雨还不大，我搬进了苏妍给我找的房子。看这里面简单的装潢和一些有熟悉风味的装饰物，我转过头疑惑：这是你的家？苏衍风轻云淡：我住医院的职工宿舍，这里空出来了，就简单收拾了一下。我半开玩笑：都是熟人，房东老板可要给我优惠点。苏衍点头：那是自然。我马上解释：开玩笑的，你帮了我这么多，还不知道怎么谢你的好。素颜偏过头，语气平静：如果可以，请问吃饭就好。最后，碍于外面的雨，我们决定在家做饭吃。铺了暖黄格子布的餐桌上，苏衍像在品鉴美食一样，仔细认真地吃着菜。我笑：苏医生吃饭也太严肃了。他马上软了表情，摸了摸自己的脸：是吗？我只是觉得太好吃了。我以前也不会做饭，是这几年看着裴延川喝酒有了胃病，才开始慢慢学的。只是每次看他都吃不了几口。我垂眸：是吗？我还以为不好吃呢。苏衍极力肯定，说不好吃的人肯定没有欣赏水平。就这样住下后，我开始熟悉墨城的环境。作为感谢，我也时不时送饭去往苏衍的医院。在他的建议下，我正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做饭的网络博主。人总不能坐吃山空。当我买好工具，刚到家楼下时，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墨城习惯早黑，在微暗的天空下，那身影的影子被拉着很长。此刻转过头来，一双熟悉的桃花让我心里一抖。我侧过脸，想赶紧走进小区，却被那人敏锐地捕捉到。他惊喜地上前一步：简真。我脚步加快，他也迅速跟了上来，恳求开口：我终于找到你了，谈谈好吗？我转过头，1个月不见，以前这张俊美的面庞消瘦许多，眉眼中也满是疲惫。我皱眉：我们已经分手了，有什么可谈的？他的话哽咽在喉咙中，片刻才吐出来：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找你的房子售卖，航班信息也查过了。不对，这大千世界，我不知道你会躲到哪里，我也无法想。我真的找不到你了，该怎么办？简真，我向你道歉，回来好吗？面前的眸子带着小心和希冀，如同盛满星辰的夜空。我推开了他的手：裴延川，这次我是认真的。他小心翼翼捧起我的脸，漂亮的桃花眼满是茫然不解。为什么？明明说分开的前一天，你还为我做了早餐，满心满眼都是我，为什么说分开就分开了？明明以前还会联系我的，你一定还在生气，对不对？
我打破他的期待，我做的早餐，你不是也不屑于吃，现在琳好了，我也不欠你们裴家的什么了，请离我远一点。我推开面前的人，向里面走去，先他一步进入大门。保安这个人我不认识，我迅速说了一句。保安亭的保安心领神会，立马点头，拦住了裴延川。隔着一道大门，我看见他破落地站在原地，似茫然，又似在自言自语：等你原谅我就好了。一个人怎么能复杂至此，在残忍的同时又兼具了天真？以往分开，只要他随便发一句胃疼，我就会巴巴地包着汤过去看他。可庆幸的是，此刻我没有再不舍了。我找了个理由告诉苏衍，今天不能替他送饭了。他表示理解。我随意把买好的菜往桌上一放，就瞪大眼睛躺在床上。说句不好听的话，在以往被裴延川忽视的无数个日夜里，我不是没有过憎恨、厌恶，甚至也想过，有一天他有没有可能会后悔。但这一天真的到来后，我只觉得疲惫不堪，难以应对。休息好之后，我开始鼓捣直播设备，找角度拍张照片，并发消息问苏衍：你觉得这样行吗？他总是能从专业的角度指导意见，而我也顺利地拍出了第一个视频，发布在网上。苏衍率先点了赞，我不想忐忑地等待反应，便邀请苏衍来吃饭。视频里做的精致的佳肴，一盘盘装在桌上。我打开门，苏衍站在门口，面色却有些奇怪。怎么了？我问。他开口：他来找你了。我看见他在大门口。令我意外的是，裴延川居然还没走。他难改一些骄纵的脾气，这时居然老老实实的被一个保安拦在门外等待。我点头，开口：不管他。苏衍犹豫，问出一个问题。在快要释怀的时候，那个人回头了。你会不会赌？我摇头，不会。除了这件意外之事，倒还有一件事让我高兴，那就是视频的反响很不错，只是我的剪辑手法差了点。我网上购买了课程学习剪辑，彻底忽视了裴延川，只是用来道歉的鲜花礼物，山一样的堆在过道门口。夜里上完课，准备早睡，却听到外面嗡嗡作响。一打开窗帘，是一排的无人机闪动着光点，在夜空中拼出一句话：简真，错了，请你原谅我。这样下去，没过几天，保安也委婉地向我提出意见，让人等在大门总不好。要不有什么矛盾，你们私下解决。我也明白，不能再逃避了。苏衍知道这件事，决心陪着我和他谈谈。地点定在一个咖啡店，店面不算很大，却很别致。我和苏衍走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像被包场了。裴延川站在窗边，目光不时打量过路的人群。从衣着看来，显然有精心收拾过，表情忐忑。只是在回头看见苏衍和我同时出现的那一刻，一双期待的桃花眼立马切为厌恶。是你？苏衍作为之前的邻居，裴延川自然也认识。你们怎么会在一块？倒是我小瞧你了，难怪这么久都不肯原谅我。裴延川冷笑，薄唇泛白，几乎看不出一点血色。我拉开椅子和苏衍坐在一方，面无表情。不是所有人都是你想的这么龌龊，况且我们已经分手了，各自再有什么也毫无关系。你有什么，我就毁了什么。裴延川语调变高，苏衍也礼貌开口：裴先生，做人不能这么幼稚。你和真真已经分开了，就别再互相打扰了。似乎被某个字触动神经，裴延川捏紧瘦削修长的手指，眼神阴鸷。苏老爷子前不久还想和我合作，他知道苏家少爷在外面夺人所爱吗？苏衍和苏家有关系。我心微微一提，却还是下意识反驳裴延川：
请别说的我跟你的所有物一样。裴延川，如果你还念旧一丝旧情，就不要打扰我现在平静的生活。你的悔意，我不需要。我一字一句。裴延川的脸色骤然灰败，他额前细长的碎发被风微微吹动。我知道，是我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对你不好。但是我们之间再艰难，10年分分合合也就过来了。如今解除了误会，妈妈也能接纳你了，我们的未来也会很好。为什么你偏偏如今要这5年的苦楚？与裴延川而言，不过一句分分合合。说到底，他的道歉不过是基于后悔，而并不是觉得自己骤然反复、冷漠无常的做法不对。那个见不得我受委屈，总把我护在身后的少年消失不见了，面前的人无法共情我，甚至一昧地觉得我在赌气。裴少，人不能活得如此自我，真跟在你身边受了多少委屈，你都看不见吗？苏衍的声音压低，我会补偿他的，与你无关。裴延川灵眉冷漠，我开口，我不需要补偿。这段失败的感情错的不是一个人，这份苦是我硬要吃的，我不会怪你们。现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离我远一点。我留下这句话，带着苏衍离开餐厅。快要冬天了，道路上的树叶光秃秃的，时不时飘落一卷枯叶。回去的一路上，我没有说话，苏衍也没开口，直到把我送到家，他才出声抱歉。我不是故意隐瞒，只是我不喜欢借着苏家的名义行事。我点头，我没怪你，是我自己没在意。那你？苏衍紧皱着眉头，毕竟之前裴延川要和他妹妹苏云联姻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虽然一直未被证实，我们当然还是朋友。我扯起嘴角的微笑，安抚苏衍，这才放心回了医院。我心乱如麻，索性打开直播设备，开始做美食。这样认真处理食物的过程，让我无暇想其他。账号上的粉丝虽然增加不多，可我的心却充满了温暖。果然，我一上线，几个粉丝就来了。主播好，主播的手指好好看。我没有展示真容，而是只露了做菜的手指。我笑着道谢，随后介绍，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冬瓜蒸蓉排骨。我做的食物都不复杂，在这一领域没什么竞争力。好在墨城的消费远远低于海京，让我不至于靠这份手艺吃饭。直播快结束时，一个乱码名字进来直播间，二话不说刷下昂贵的礼物。我道歉，却也礼貌提醒，刷礼物尽自己的能力就好了。下播之后，我开始剪视频。令我奇怪的是，今天直播剪辑出来的数据异常的好。账号多了许多粉丝，我只能把它归功于运气好。第2天，我照常出门选购食材，只是总觉得身后有人。当我偏过头去，身后来往行人一切正常。我去超市买完食物，结账的时候，售货员一脸惊喜：“你好，小姐，今天是店10周年庆，你是我们的第1000位顾客，获得全部免单的机会。”我有些诧异，胡乱点头。看来我今天运气真不错。我走出超市门，立马有车问：“走吗？”我拎着沉重的东西点点头。司机马上下来帮忙提东西。回去路上，保安也正好在帮我送上去楼。到家要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旁边贴着鲜艳的广告纸，招租，房子的地段不错，价格也很便宜。我却总觉得古怪。之后几天，这种的好运的事不在少数。先是我作为一个新号的直播号突然爆火，不少粉丝在底下求着催更，再到只要一出门，我总能遇上自己想要的各种便利，甚至门口的垃圾都有人偷偷帮我丢掉。我心中有了猜测，夜里去超市回家，
我故意选了一条偏僻没有路灯的小巷。第二天，那条小巷就安装了路灯。我假装无意间和苏衍抱怨，买菜的超市太远。没隔几天，一家新装修的超市出现在楼下，挂上敬请期待开业的标志。一切都太巧合。可我不想在这种奇怪的注视下安稳的生活，哪怕见不到裴延川。苏衍表示理解，却又十分担忧。以他执拗的性格，怕是不会轻易放手。我叹了口气，在国内，不管去哪，都会被找到。既然如此，不如出国。我只想踏实的过自己的日子，而不是又如同年少一样，坠入一朵甜蜜的云中，恍恍惚惚，不知几何。直到这朵云破碎，我也摔得什么都不剩。我可以帮你。苏衍望向我，我开始迟疑，这样不会拖累你。他摇头，我至少还有苏家，别担心，你总这么为别人着想，也该为自己想想。我同意了。见天气晚了，外面在下雪，我开口，不如你今晚就住在这儿，反正我一直睡的是客卧。苏衍本来有些犹豫，却在扫到窗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后，点头同意了。我俩各自准备休息。晚上10点，房门被敲响了。物业讪讪开口：“下水管检修。”我点头让人进来。他先是小心地打量了周围，见苏衍和我搁在一边后，松了口气。人走后，过半小时，敲门声又响了。抱歉，女士，最近天气冷，物业这边特意送上一批保暖物资，一些包装精致的东西被送进来，我却没有错过。那些人打量的眼神，有人小心开口：“女士，这是你男朋友吗？”我不耐烦：“关你什么事？少来打扰我们。”来人迅速地离开。这是谁指使的，一目了然。我关掉灯，钻进被窝，准备休息。敲门声又响了，我气愤地起身。今天有忙没完。打开门，我生气开口：“大半夜的，让不让人休息？”来人鸭舌帽压得极低，身上还带着风雪的寒气，把一个包装袋递给我：“女士，你的快递。”我简直快被气笑了。裴延川以为他声音压低，我就听不出来了吗？我开口：“裴延川，别装了，之前那几拨人也是你找来的吧？”裴延川摘下鸭舌帽，露出委屈的桃花眼：“你怎么能让那个男人留宿？我一直在楼下看着你们都关灯了，他还不出来，万一是坏人怎么办？”我面无表情：“就算是坏人也比你好。”我说了，别打扰我和我男朋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两人都愣住了，一个是面前的裴延川，一个是身后的苏衍。我有些懊悔，为了摆脱裴延川，口不择言了。裴延川面色有2分苍白，微蹙眉头，轻声开口：“你骗我的，对不对？你没和他在一起。”我不知怎么回答。身后苏衍走了上来，揽住我的腰：“怎么对苏某人的私生活这么感兴趣？”昏暗的视线下，那张淡漠的脸失魂落魄的像个野鬼。他摇摇头：“你们骗我，我的人盯着你们这么多天，明明没有什么事。”苏衍开口：“今天才在一起的。”裴延川后退一步，一双桃花眼回神，染上怒气：“王八蛋，一定是你哄骗他的！”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气势一沉，一拳砸在苏衍的脸上。苏衍也不甘示弱，反手还了一拳。我惊异于苏医生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居然还有反手之力。但我很快反应过来，别打了，再打我报警了。两人扭打在一起，谁也不放过谁。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那是你珍宝在手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我眼一闭，心一横，最后按下了报警键。月上3更，我和苏衍从警局出来，因为我报警说的非法闯入，加上殴打他人，裴延川需要人保释才能出来。外面的风寒冷刺骨，
苏衍下意识取下围巾，套在我脖子上。抱歉，是我冲动了。我摇摇头，是我该谢谢你。我们一前一后的向回去的道路走着，苏衍声音飘忽：其实揍他是我的私心，我就看不惯他，明明有你在身旁，他却肆无忌惮。其实做邻居的时候，我忽然开口打断他的话：我的签证已经申请下来了，过不了多久，我应该就会出国了。也许在国外，我才会彻底摆脱裴延川，奔赴我想要的生活。苏衍愣住，好半天找回声音：如果你只是不想被他打扰，不想出国的话，也有其他办法。我摇头轻笑：不是，我想出去看看，在一个人身边待太久，我都有些忘记这个世界的颜色了。裴延川进局子的事被裴家知道了，裴老爷子出手，裴延川很快离开了墨城。临走前，他打电话祈求和我再见一面，被我拒绝了。我安静地收拾行李，去机场这天是苏衍送我的。这天天意外的晴朗，苏衍仔细叮嘱：有什么不习惯，可以告诉我，我替你想办法。头一次见苏医生絮絮叨叨，我忍不住偷笑：苏医生，你要转行当保姆了？他无奈地笑笑：我是担心你，我们不是朋友吗？我走上飞机，远远地向他挥了挥手。临行前，电话卡被我扳断丢掉。飞机飞向蓝天，开始一个新的人生。